看着鏡子裡這張陌生的臉，艾琳徹底愣住了，這根本不是她原來的樣子。就在剛才，她還是那個叫雏田的普通女孩，因為提前回家撞破了继母和情夫的醜事，為了殺人滅口，那2個人竟然狠下心，把她從高高的樓梯上推了下去。18歲的人生就這麼到頭了。雏田心裡最放不下的，竟然是那本沒看完的小說，男主尤里爾最後到底怎麼樣了？可誰能想到，老天爺直接給了他個大驚喜，他不僅沒死，還穿進了書裡的世界。現在的他是身份尊貴的艾琳小姐，看着眼前畢恭畢敬的女僕，這下真的要變天了。諾拉輕聲問道：“小姐，需要現在服侍您更衣嗎？”穿誰不好，偏偏穿成了全書最招人恨的惡毒女配。艾琳·阿什本這個名字在讀者眼裡就是作死的代名詞，在原著的結局裡，她可是要被男主親手送上斷頭台的。尤里爾冷冷地看着他，聲音裡沒有一絲溫度：“你犯下的罪行不可饒恕，我現在判處你死刑。”惡之花就這樣凋零了。艾琳的死標誌着整個阿什本家族的沒落，但在男主尤里爾的成王之路上，這不過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插曲，連高潮都算不上。這就是小說《暴君之路》的劇情，第27章第8節，白紙黑字寫得清清楚楚。可現在他成了那個注定要領盒飯的人，這必死的結局他非改不可。上輩子被人推下樓梯已經夠慘了，本以為轉生是中了頭彩，結果倒好，直接快進到排隊領盒飯了，要被自己最愛的紙面老公親手處決，這運氣也是沒誰了，簡直是地獄級別的生存難度。不過等等，艾琳突然發現了一線生機。現在的劇情還沒到後半段，她和尤里爾還沒到撕破臉的地步，趁着這位未來的暴君還沒徹底黑化，只要現在對他好一點，沒準這必死的結局還真能讓他給盤活了。只要能刷高男主的好感度，沒準真能保住這顆腦袋。艾琳正盤算着怎麼改命，旁邊的女僕諾拉卻突然崩潰了：“对不起，大小姐，我不是故意的，求您饒了我吧。”看着跪在地上拼命求饒的諾拉，艾琳整個人都懵了，不就是扯了一下頭髮嗎？至於嚇成這樣？可當他看到諾拉手臂上的淤青，心裡瞬間涼了大半截，那上面全是舊傷。原来原主不僅名聲臭，私底下竟然還一直虐待下人，這哪裡是惡毒女配，簡直就是個徹頭徹尾的瘋子。看來想要洗白活命，這債可有的還了，不就是扯掉幾根頭髮嗎？沒關係的。艾琳本想表現得大度一點，可諾拉卻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居然真的沒有懲罰。艾琳立刻意識到不對勁，要是表現得太溫柔，反而會讓人覺得她在憋什麼壞主意。畢竟原主的人設可是個瘋子。為了不引起懷疑，他故意板起臉伸出手，在諾拉以為要挨打的時候，只是輕輕幫他整理好了髮帶。那就罰你2根頭髮抵債吧。聽到這句玩笑般的懲罰，諾拉徹底愣住了。大小姐，今天到底是怎麼了？行了，繼續吧。艾琳隨口一句話，嚇得諾拉趕緊低頭幹活，生怕這位喜怒無常的大小姐再變臉。看着諾拉那副小心翼翼的樣子，艾琳忍不住笑出了聲。既然你这麼害怕，那就給你個將功補過的機會。諾拉還沒反應過來，艾琳已經猛地站起身，眼神裡全是志在必得的幹勁。帶我去騎士訓練場。既然要改寫結局，那就要主動出擊，去會那位未來的暴君了。尤里爾這個男人曾是帝國最耀眼的星，他繼承了家族的勇武與天賦，在戰場上立下了無數戰功，所有人都以為他是帝國的希望。可功高震主從來沒有好下場，那個昏庸的皇帝根本容不下名望越來越大的尤里爾家族。為了鏟除威脅，皇帝用最卑鄙的手段親手毀掉了這一切曾經顯赫的家族，最後只剩下冰冷的屍體。這就是尤里爾的過去，也是他變成未来那個暴君的開始。失去了一切的尤里爾，為了復仇，捨棄了自己的名字和榮耀，化名迪安潛入了公爵家。因為這裡是皇帝最信任的爪牙，他本想在暗處尋找機會，卻陰差陽錯成了公爵千金的護衛，也就是那個名聲狼藉的惡女艾琳。尤里爾骨子裡的驕傲，讓他根本不屑去討好這個大小姐，可這卻徹底激怒了艾琳。僅僅因為他不肯低頭，艾琳就開始了各種殘酷的折磨。說白了，艾琳就是那個親手制造出暴君的罪魁禍首。如果不想最後落個被處決的下場，他就必須徹底扭轉接下來的劇情。哪怕外面下着大雨，艾琳也顧不上那麼多了。她現在唯一的念頭就是快一點，千萬別讓事情變得無法挽回。等她趕到地方，眼前的景象讓她心裡咯噔一下。尤里爾就那樣跪在冰冷的雨水裡，渾身早就濕透了。僅僅是因為艾琳之前的一句命令，他就這樣在雨裡跪了整整一夜。看着這個被自己折磨得不成樣子的男人，艾琳真的能消除他心裡的恨意嗎？艾琳心裡涼了大半截，看着尤里爾那冷冰冰的眼神，這哪是看主人的樣子，這分明就是想殺人的眼神。再這麼下去，斷頭台就是他唯一的終點。不行，絕對不能就這麼認命。既然尤里爾還沒離開公爵府，那就說明還有最後一次機會。艾琳頂着漫天的雨水走了過去，哪怕只有1/1000的希望，她也得把這個未來的暴君給拉回來。艾琳在心裡給自己打氣，絕對不能在這兒認輸。她頂着雨走到尤里爾面前，看着這個被雨淋透的男人，她冷冷地吐出幾個字，讓他站起來。為了不讓人起疑，她還得裝出那副高高在上的樣子，甚至故意踢了他一腳，罵他在這種地方簡直是礙眼。表面上穩如老狗，其實艾琳心裡早就慌得不行。她拼命模仿原主那種刻薄的語氣，生怕露出一丁點破绽。要是被人發現這身體裡換了靈魂，那下場恐怕比上斷頭台還要慘。尤里爾始終一言不發，只是死死盯着地面。面對這個喜怒無常的大小姐，她心裡的恨意恐怕又深了幾分。這場保命大戲，艾琳真的能演到底嗎？
尤里爾掙扎着想要站起來，可跪了一整夜，身体早就到了極限。他腳下一個踉蹌，眼看就要栽倒在泥水裡。艾琳這下再也裝不下去了，她一把推開身邊的女僕，想都沒想就衝進大雨裡，在尤里爾倒地的一瞬間，死死地把他接在了懷裡。這突如其來的舉動讓尤里爾整個人都定住了，他靠在艾琳肩膀上，心裡全是問號。這個平時只會折磨他的大小姐，怎麼會露出這種擔心的表情？尤里爾一把推開了艾琳，他說自己身上太髒了，讓大小姐離他遠點。這種拒人於千里之外的態度，讓旁邊的女僕諾拉當場就炸了。諾拉覺得他簡直是瘋了，竟然敢對大小姐動手動腳。他衝上去就要教訓這個不知好歹的家伙，眼看那一巴掌就要扇下去，艾琳趕緊出聲攔住了他。就在這亂成一团的時候，另一個女僕突然跑了過來，說是公爵夫人要見艾琳。公爵夫人平時可沒這麼急着找她，難道是剛才的事情傳到了夫人耳朵裡？既然公爵夫人那邊催得緊，艾琳決定順水推舟，先把尤里爾從這兒打發走。諾拉還在旁邊不依不饒，問該怎麼處置這個無禮的家伙。艾琳看着雨裡的尤里爾，心裡其實一直在說對不起，但為了保命，她只能把惡女的人設演到底。她故意裝出一副嫌棄的樣子，說這種髒兮兮的男人多看一眼都覺得噁心。她指着遠方大聲呵斥，讓尤里爾立刻滾出她的視線。看着他落魄離開的背影，艾琳總算鬆了一口氣。這出戲演的雖然狠，但好歹是保住了他的命。尤里爾獨自站在大雨裡，看着那個遠去的紅色身影，他心裡滿是困惑，這個女人到底在玩什麼把戲？她真的還是以前那個大小姐嗎？剛才那個拼命接住他的懷抱，在尤里爾腦中怎麼都揮之不去。明明這個女人才剛讓他滾，可那種擔心的眼神根本不像是演出來的。他冷哼一聲，想把這些荒唐的念頭甩掉。在這個家裡，他早就習慣了被羞辱和折磨，怎麼可能因為一次意外就覺得那個惡女變了性子？隨便他想玩什麼花樣，是真心救人還是故意戲弄，對他來說都已經不重要了。他不想再讓自己陷進去。他在心裡一遍遍提醒自己，不管那個女人以後做什麼，他都絕對不會再多看一眼。那個守衛在雨裡跪了一整夜，艾琳竟然親自跑去見他。女僕覺得大小姐肯定又是想到了什麼心法，準備拿那個可憐人尋開心。梅琳達放下了手中的茶杯。這半年艾琳變得越來越難管教，完全不把家裡的規矩當回事，再這麼放任下去，恐怕真的要出大事了。既然管不住，那就只能先把人騙回来。正好珠宝商送来了不少新鮮玩意，就用這些首飾當誘餌吧，絕對不能再讓他在外面到處亂跑。而此時的艾琳正帶着人在大雨中不緊不慢地走着。公爵夫人突然在這個時候召見，絕對不是什麼好兆頭。艾琳心裡很清楚，如果被發現自己是個冒牌貨，那可就真的全完了。要是身份暴露，梅琳達絕對會第一個翻臉，指着她的鼻子大喊：“這個怪物根本不是我女兒！”甚至連家裡的兄弟也會毫不留情地把她送上火刑架。在他們眼裡，現在的艾琳只是個被惡靈附身的軀殼，等待她的只有死路一條。艾琳絕不想就這麼坐以待斃，她腦子裡飛快轉着念頭，哪怕是裝病也好，只要能躲過這次見面，讓她幹什麼都行。可女僕的聲音像催命符一樣，直接打碎了她的幻想。大門推開的那一刻，她知道自己已經無路可逃。看着坐在那裡的梅琳達，艾琳只能硬着頭皮走上前。現在已經沒有回頭路了，只能祈禱千萬別露出破绽。艾琳還在心裡不停演練開場白，梅琳達一開口就是冷嘲熱諷。看來這半年沒見，這位母親心裡的怨氣可不小。還沒等她想好怎麼圓場，責備的話就劈頭蓋臉砸了過來。艾琳心裡真是叫苦不迭。自從轉生到這副身體裡，每天都在給原主收拾爛攤子。她剛想硬着頭皮解釋幾句，卻發現氣氛變得有些詭異。梅琳達就那樣靜靜地坐着，這個場面就像一把鑰匙，直接撞開了艾琳塵封的記憶。那是她前世最扎心的時刻。病床上的母親拉着她的手，交代了最後的遺言。母親讓她一定要堅強活下去，說會在另一個世界永遠守着她。艾琳的心理防線已經徹底崩了，所有的偽装在這一刻全部失效。她看着這個本該讓她害怕的女人，下意識地喊出了那個詞：媽媽。艾琳什麼都顧不上，直接一頭扎進梅琳達懷裡，像是要把積壓已久的委屈全哭出來。梅琳達整個人都愣住了，剛才那股冷冰冰的勁兒瞬間沒影。她手忙腳亂地安慰着，還以為是自己剛才說話太重，真把女兒給嚇着了。為了轉移艾琳的注意力，梅琳達趕緊顯擺起剛送來的首飾。看着這些亮閃閃的寶貝，屋裡的氣氛總算沒那麼壓抑了。這一刻，她们就像最普通的母女。艾琳總算靠着這一場大哭，暫時保住了自己的秘密。梅琳達這豪橫的勁兒，簡直要把全城的首飾都搬回家，只要能讓艾琳笑一下，花多少錢她都不心疼。這種毫無保留的偏愛，真的太讓人上頭了。艾琳雖然理智上知道這並不是她真正的母親，可看着那雙溫柔的眼睛，她仿佛看到了前世媽媽的身影，那種被全世界包容的感覺，讓她再也不想放手。她緊緊抓着梅琳達的衣服，在心裡默默發誓，為了這份失而復得的溫暖，她一定要在這輩子活出個樣來。她在心裡默默祈禱，希望前世的母親能一直守護她。這份跨越時空的思念，成了她現在最堅強的後盾。還沒等他平復心情，房門就被一把推開，露西亞風風火火地闖了進來。這熱情的問候一下子把屋裡的感傷全沖散了。緊跟着進來的是公爵家的兩位少爺，大哥傑森看着挺穩重，二哥埃爾溫道是笑得一臉燦爛。這全家人到齊的陣仗可真不小。看到艾琳竟然搶先了一步，大家都覺得挺新鮮。露西亞一開口
就話裡有話說太陽真是打西邊出來了。平時從不露面的艾琳竟然也會主動跑來請安，雖然臉上笑得燦爛，但這語氣怎麼聽都像是在試探。艾琳盯着眼前這個女人，腦子裡飛快搜索着她的身份，原來這位就是露西亞，公爵夫人親妹妹的女兒，也就是艾琳那位並不簡單的表姐。在這個家裡，露西亞可不是什麼省油的燈，她的一舉一動都代表着背後親戚勢力的態度。這種軟刀子式的社交才是艾琳最需要提防的。看來想要徹底翻身，光搞定親媽還不夠，還得應付這些各懷鬼胎的親戚。接下來的每一步，艾琳都得走得更有心機才行。露西亞當初投奔公爵府時，把自己包裝成了一個無依無靠的小可憐，靠着這副柔弱又清純的模樣，她在府裡白吃白喝了整整半年，大家都覺得她像百合花一樣純潔。可誰能想到，這全是她為了討好兩位少爺演出來的戲。傑森和埃爾溫都被他騙得團團轉，還以為自己是在保護柔弱的妹妹，殊不知這朵百合花的心裡全是算計。當公爵家遭遇危機的時候，露西亞不僅沒有報恩，反而露出了最猙獰的真面目。她毫不猶豫地背叛了保護她的家人，反手就把致命的证據交給了尤里爾。這種恩將仇報的狠角色，簡直讓人脊背發涼。公爵府的真心終究是為了狗。尤里爾成了新王朝的掌權者，在公爵家倒台的那天，他就是那個親手送大家上断頭台的人。而這一切的交換條件，竟然是露西亞夢寐以求的地位。表面上看，尤里爾是那個挥动屠刀的刽子手，但真正把刀递到他手裡的，卻是那個看起來最無害的露西亞。他躲在華麗的折扇後面，為自己的陰謀得逞而竊喜。看看現在的他，還在公爵夫人懷裡演着乖巧的戲碼，甚至還親昵地挽着家人的手。這副虛偽到極點的面孔，讓站在身後的艾琳感到脊背發涼。既然已經看穿了這條毒蛇的真面目，艾琳絕不會再讓他有遞刀的機會。露西亞在那笑得花枝亂顫，裝出一副天真無邪的模樣。可她越是表現得討人喜歡，艾琳心裡就越覺得反胃。這種笑裡藏刀的演技，上輩子已經害慘了所有人。艾琳徹底清醒了，絕對不能讓這個女人繼續在公爵府裡興風作浪，哪怕只是為了守護母親，也必須親手撕開她的假面具。現在的艾琳已經不再是那個任人拿捏的軟柿子。既然露西亞想玩這種心機遊戲，那就看看誰能笑到最後。這場守護家族的硬仗，她一步都不會退讓。露西亞這演技真是越來越爐火纯青了，親熱地拉着梅琳達嬸嬸聊起2天後的生日宴會，甚至還特意換上了新禮服，在那兒轉着圈閒擺，非要問大家看她美不美。這副乖巧懂事的模樣，確實把長輩哄得很開心。可他那眼神卻總往艾琳這邊瞟，嘴上說着客套話，心思全在桌上那堆珠寶裡，一眼就盯上了那條項鏈。露西亞居然一眼就認出這是頂級帕帕拉，恰還誇她像晚霞一樣迷人。可當他把項鏈戴在脖子上時，那副志在必得的陰冷表情終於藏不住了。露西亞在那兒演得正起勁，戴着項鏈問大家美不美。埃爾溫和傑森這2個當哥哥的，簡直要把他寵上天了。傑森甚至當場就要掏腰包買下來。可梅琳達夫人一開口，氣氛一下子就變了。她直接攔住了傑森，語氣冷淡的沒有一點商量餘地，說這條項鏈是特意給艾琳準備的。露西亞這下徹底愣在原地，剛才那股得意勁兒全沒了。梅琳達雖然說可以給他另買，但埃爾溫卻第一個跳出來不答應。他居然當眾質問自己的母親，為什麼要給艾琳這麼貴重的東西？這偏心偏得也太離譜了吧！埃爾溫說話簡直不過腦子，把艾琳貶得一文不值，甚至覺得家裡全靠露西亞撐門面。而露西亞還在那兒假惺惺地裝無辜，說自己只是想報恩，這演技不去當演員真是可惜了。艾琳聽着這些刺耳的話，心裡只覺得好笑。這種戲碼他看得太多了，簡直就是老調重彈。他就這麼靜靜地看着這群人表演，一句話都懶得反駁。反正這盆髒水，他們早就想潑在自己身上了。可誰能想到，這個被全城唾棄的惡女，曾經是真心實意地愛着這個家。可她的2個親哥哥，卻像瞎了眼一樣，心甘情願被露西亞當槍使，一次又一次地傷害那個真正愛他們的人。這筆賬艾琳遲早要跟他們算清楚。既然你們覺得好東西都該給露西亞，那我就成全你們。他放下茶杯，語氣聽不出一點兒生氣，反而表現得特別大方。既然露西亞這麼想要這條項鏈，那就直接送給她好了。反正就像哥哥們說的那樣，家裡最好的東西本來就應該全都留給露西亞才對。這話一說出口，剛才還氣勢洶洶的埃爾溫和傑森一下子全都沒詞了。他們怎麼也沒想到，這個一向執拗的妹妹居然會用這種方式反擊。艾琳這招以退為進真是絕了。她說自己帶去年的舊首飾就行，雖然款式已經過時了，但那是哥哥傑森送的心意。這話聽着是在誇傑森，實際上是在當眾打他的臉啊。傑森這下徹底坐不住了，趕緊想開口解釋，甚至還想買別的東西來補償。可話還沒說完，就被梅琳達夫人冷冷地打斷了。夫人這次是真的動了怒，她看着這2個只知道偏袒外人的兒子，直接把話挑明了。既然你們眼裡只有露西亞，那我就只疼艾琳一個人。她緊緊握住艾琳的手，當众宣布，這裡所有的珠寶首飾全都是屬於艾琳一個人的。這下看誰還敢在背後搞小動作。梅琳達夫人這波護短簡直太霸氣了。既然長輩都發了話，艾琳自然是照單全收，一點兒都沒跟這群人客氣。這下露西亞是真的坐不住了，眼看風向徹底變了，她趕緊把剛戴上的項鏈摘下來，忙不迭的要還給艾琳，嘴裡還一直說着對不起。她還在那兒演什麼懂事的人設，說自己從來沒想過要搶，還說自己最清楚身份。這變臉的速度簡直比翻書還要快。艾琳看着她這副假惺惺的樣子，
心裡早就把他看穿了。既然你這麼喜歡演，那我就陪你演到底。屬於我的東西，你最好一件都別想碰。看着艾琳拿走了所有的風头，露西亞在背後簡直要氣瘋了。表面上還得裝出一副大方的樣子，心裡卻在盤算着怎麼報復回來。傑森和埃爾溫趕緊過來安慰，生怕這個好妹妹受了委屈。傑森還特意替母親道歉，說這只是為了維持家裡的規矩。露西亞立刻換上一副笑臉，連連擺手說自己一點都不生氣，還不停地誇夫人平時對自己有多好，這演技簡直爐火純青。可等回過頭來，她心裡卻開始泛起了嘀咕：艾琳今天實在是太反常了，消失了半個月，突然出現，難道是專門跑去告黑狀的？她越想越覺得不對劲，總覺得艾琳在背後憋着什麼大招。露西亞這招以退為進玩得真溜，她在那兒不停地道歉，說是自己害得大家都不開心。埃爾溫一聽這話立馬就炸了，覺得艾琳就是在故意記仇。傑森雖然心裡還算清醒，知道這段時間確實冷落了艾琳，但他現在滿腦子想的還是怎麼哄眼前這個好妹妹開心，乾脆提議帶她去放風筝，換換心情。露西亞一聽要出去玩，剛才那副委屈樣一下子就沒了，拉着2个哥哥就要往外跑，這變臉的速度真是讓人不得不服。看着他們3個人其樂融融的樣子，誰還記得那個被冷落的親妹妹？在這個家裡，艾琳似乎永遠都是多餘的那一個，這種偏心遲早要出大問題。終於回到了自己的房間，艾琳這下總算能鬆口氣了。剛才那場勾心鬥角簡直比打仗還累，她現在才真正體會到在這個家裡生存到底有多不容易。可還沒等她緩過勁兒來，更大的麻煩又浮上了心頭。尤里爾和露西亞這2個人就像懸在她頭頂的斷頭台，隨時都可能要了她的命。一個權勢滔天，一個陰險毒辣，這2個人要是聯起手來，那才是真正的噩夢。現在的艾琳簡直就像是被老虎和餓狼同時盯上的獵物，前有狼後有虎，這種四面楚歌的處境到底該怎麼破局？艾琳突然想到了尤里爾，不知道他身上的傷好些了沒？畢竟上次傷得那麼重，確實讓人有點放心不下。此時的騎士學院裡，尤里爾正獨自待在房間，滿身的傷疤看着觸目驚心，這些全是他曾經拼命的證明，也是他無法抹去的過去。下屬薩比諾急匆匆地趕了過來，語氣裡全是焦急和不滿。他覺得尤里爾應該立刻離開公爵府，沒必要再在那家人面前委曲求全。既然公爵那個老狐狸不仁，那他們也沒必要再講什麼情面。薩比諾打算親自動手去找公爵府的麻煩。尤里爾其實已經查到了線索，但他覺得現在還不是收網的時候，繼續留在公爵府當護衛，對他接下來的計劃更有利。薩比諾根本咽不下這口氣，他覺得尤里爾受這麼多罪，全是因為那個惡毒的女人。再這麼待下去，誰知道還會發生什麼意外？尤里爾卻表現得異常冷靜，讓薩比諾先別衝動。從他潛入公爵府的那一刻起，他就已經做好了面對一切的準備，只要能達成最終的目的，這點身體上的傷痛根本不算什麼。那段過去簡直就是一場噩夢，家園被毀，親人離去。尤里爾之所以能撐到今天，全靠心裡那股復仇的念頭在支撐。薩比諾看着尤里爾現在的樣子，心裡除了難受就是不甘。他覺得尤里爾受的苦已經夠多了，沒必要再為了那個女人委屈自己。既然那個女人是所有麻煩的根源，那不如乾脆一點，直接把她除掉。薩比諾的話讓氣氛一下子變了。為了達成復仇的大計，尤里爾真的會對艾琳動手嗎？艾琳拿着好不容易弄來的名貴傷藥，偷偷摸摸的來到了尤里爾的房門口。雖然知道他只是在這裡潛伏，但看到這簡陋的住處，心裡還是覺得有點過意不去。屋裡的尤里爾警覺性非常高，一下子就察覺到門外有人，他趕緊讓薩比諾先撤，免得被人撞見壞了大計。艾琳在門口猶豫了半天，最後還是決定把藥悄悄放下，只要他能看到就行，畢竟這藥確實挺難得的，只希望他的傷能快點好起來。就在艾琳轉身離開的時候，身後的房門突然響了，看來尤里爾已經發現他了。艾琳還沒來得及溜走，就被尤里爾抓了個正着。看着他這副衣衫不整的樣子，艾琳尷尬的恨不得找個地縫鑽進去。他趕緊擺手解釋，說自己只是剛好路過這裡。尤里爾一臉不信的看着他，這可是騎士宿舍，誰家好人路過能路到這兒來？還沒等艾琳想好怎麼圓場，走廊裡突然傳來了腳步聲。這要是被人撞見堂堂公爵小姐，大半夜在男護衛門口拉拉扯扯，那可真是跳進黃河也洗不清了。艾琳想都沒想，直接一把將尤里爾推回屋裡，反手就把房門給鎖死了。直到聽見外面的腳步聲走遠，他才終於鬆了一口氣。這要是再晚1秒鐘，他的名聲可就徹底毀在這兒了。雖然是為了躲人才闖進來的，但現在這距離也太近了吧。艾琳看着眼前的尤里爾，腦子裡那些正經事全忘光了。這身材這五官，簡直就是老天爺賞飯吃。他甚至開始在心裡偷偷給尤里爾打起分來。直到對上那雙深邃的眼睛，艾琳才猛地反應過來，自己剛才的行為有多離譜。這簡直就是大型社死現場。他趕緊一邊道歉一邊往後縮，恨不得當場消失。這下在尤里爾面前，算是徹底沒形象了。尤里爾摸了摸被他碰過的地方，他似乎並不討厭這種感覺。為了掩飾剛才的尷尬，艾琳趕緊擺出一副大小姐的架子，警告尤里爾別太把自己當回事，還嚴厲命令他絕對不許把今天見面的事說出去。可他這番話簡直是親手把弱點送到了人家嘴邊。尤里爾一下子就聽出了重點，既然這件事沒人知道，那不就意味着現在根本沒人能來救他嗎？看着步步逼近的尤里爾，艾琳這才意識到情況不對，剛才那股囂張勁兒瞬間就沒了。尤里爾
直接把他堵在牆角，語氣裡滿是調侃，說他膽子可真夠大的，竟然敢一個人跑來見他。還沒等艾琳反應過來，脖子就被他死死扣住了。這下可真是羊入虎口，想跑都跑不掉了。這回可不是在鬧着玩，尤里尔根本没有停手的意思，他是真的想要了艾琳的命。這種冷到骨子裡的殺意，讓艾琳一下子清醒了。她竟然忘了最關鍵的一件事，別再幻想什麼粉絲見面會了。眼前的尤里爾是那個恨透了艾琳的男人，在他眼裡，艾琳不過是一隻毫無還手之力的小動物，只要他想殺掉他，簡直比捏死螞蟻還簡單。命懸一線的時候，艾琳還在死死抓着對方的手，她絕不甘心死在這種地方。可就在這時，一個藥瓶突然從她袖子裡滾了出來，這小小的變數竟然讓尤里爾瞬間停下了動作。他盯着地上的藥瓶，眼神裡寫滿了疑惑。艾琳滿腦子想的全是尤里爾身上的傷，那個男人竟然在雨裡跪了整整一夜，膝蓋肯定已經傷到了骨子裡。最讓他揪心的是，以尤里爾現在的處境，根本沒人會幫他請醫生，要是再這麼拖下去，他的腿可能真的要廢了。艾琳坐在空蕩蕩的房間裡，他到底該不該出手幫他？既然沒法直接給尤里爾請醫生，那就只能對自己狠一點了。艾琳死死咬住手帕，對着桌子狠狠砸了下去。這具公爵小姐的身體實在太嬌貴，哪怕只是受了點輕傷，那種鑽心的疼也讓她差點叫出聲。可如果不這麼做，尤里爾就真的沒救了。有了這個傷口，借口總算找好了。艾琳立刻把諾拉叫了進來，看着諾拉嚇得手忙腳亂，她心裡卻異常冷靜，甚至還特意叮囑一定要拿效果最好的藥過來，只要藥一到手，她就能名正言順的去救尤里爾了。沒過多久，艾琳就帶着藥來到了骑士學院，能不能幫她保住那條腿，就看這一次了。費了這麼大勁才弄到的名貴傷藥，艾琳只希望尤里爾能趕緊用上，可她顯然低估了這個男人的眼力。尤里爾一眼就盯住了他手臂上的傷，既然傷得這麼重，為什麼這瓶藥卻連封口都沒動過？看着滾落在地上的藥瓶，一個荒唐的念頭在他腦中閃過，難道這位尊貴的公爵小姐故意弄傷自己，只是為了給他一個送藥的理由？尤里爾的手緩緩鬆開，他嘴上說着只是幫他清理髒東西，可那股力道分明是想要他的命。這種拙劣的借口根本騙不了艾琳。剛才那一瞬間，死神離他只有幾厘米。雖然尤里爾最後還是收了手，但他眼裡的寒意根本沒有散去。這個男人依然是個隨時會失控的瘋子。既然軟的不行，那就只能來硬的了。艾琳猛地推開他，轉身落荒而逃，只留下地上那瓶藥。尤里爾撿起藥瓶，心裡卻沒半點感激。他這輩子見過無數惡毒的手段，唯獨沒見過不求回報的好意。如果有人願意自殘來送藥，那背後一定藏着更可怕的陰謀。這絕對是個陷阱。尤里爾猛地發力，直接把藥瓶捏成了碎片。既然是誘餌，那就沒必要留着了。艾琳一路逃進樹林，滿心都是說不出的委屈。她怎麼也想不到，自己的一片真心竟然換來這種結果。尤里爾這個大笨蛋，簡直就是個不可理喻的瘋子。為了給他弄到藥，他甚至不惜對自己下狠手。現在傷口還在隱隱作痛，可那個男人不但不領情，居然還想直接掐死他。果然暴君就是暴君，根本就是個沒良心的混蛋，連路邊的樹都要跟他作對。今天真是倒霉到了極點。難道他的努力注定只能是一場空嗎？艾琳本來想在林子裡清靜一下，結果卻撿到了一個破爛的风筝。這風筝做的挺考究，可惜已經徹底報廢了。他正琢磨這東西是從哪飛來的，露西亞就突然出現在面前。一看到艾琳手裡的東西，露西亞直接尖叫起來，那是他最寶貝的風筝，可現在卻碎成了這副模樣。還沒等艾琳反應過來，埃爾溫和傑森也聞聲趕到了現場。這下真是解釋不清楚了，在他們看來，這分明就是艾琳在拿風筝撒氣。露西亞這演技真是爐火純青，明明是自己弄壞的風筝，非要說是艾琳因為嫉妒才撕碎的，這盆髒水扣的那叫一個準。埃爾溫根本不打算聽解釋，指着艾琳就開始大聲責罵，說她得不到就想毀掉，簡直是不可理喻的瘋女人。最讓艾琳心寒的是傑森，他連一個眼神都沒分給艾琳，只顧着溫柔地安慰露西亞，還承諾會幫她修好風筝。在他們眼裡，艾琳就是個無可救藥的壞胚子，這種被全世界背叛的感覺，比身上的傷口還要疼上100倍。埃爾溫現在連裝都懶得裝了，他一臉不耐煩地指責依琳，覺得是他非要湊過來惹人嫌。艾琳沒有反駁一個字，只是靜靜地看着這出鬧劇。既然你們這麼喜歡自以為是，那就徹底把路走死吧，以後可千萬別後悔。看着埃爾溫為自己出頭，露西亞一副受盡委屈的樣子。艾琳，別以為有公爵夫人撐腰就能橫着走，這筆賬遲早要算回來。在這個家裡，除了公爵本人，最有權勢的就是傑森和埃爾溫。只要把這兩個男人牢牢攥在手裡，就再也沒人能威脅到我的地位。至於那個不可一世的艾琳，很快就會發現，身邊的人都會一個個離他而去，直到他徹底變成孤家寡人。傑森和埃爾溫這兩個男人就是最好的棋子，只要在他們心裡種下懷疑的種子，這種不信任遲早會變成劇毒，把艾琳徹底毀掉。曾經高高在上的大小姐，很快就要跌進泥潭了。我會親手撕碎你那虛偽的幸福，讓你擁有的一切都化為烏有。看着吧，這間公爵府很快就要換主人了，所有原本屬於你的榮耀和地位，最後都會落到我的手裡。露西亞的計劃已經開始了，她成功把自己變成了受害者，讓埃爾溫徹底昏了頭。你簡直是家族的恥辱！埃爾溫指着艾琳大聲斥責，在他眼裡，艾琳已經成了一個滿心嫉妒的瘋女人，甚至連兄妹的情分都不想要了。可他根本不知道，自己親手撕碎的是艾琳對他最後的信任。
傑森還在旁邊裝好人，勸埃爾溫別做得太過火，說艾琳再怎麼錯也是親妹妹。可這話在艾琳聽來，簡直比笑話還諷刺，連真相都懶得去查，就直接把他當成罪犯看待。這哪裡是血濃於水的家人，分明是恨不得他死的仇人。艾琳終於不再沉默了，她看着被蒙蔽的埃爾溫，直言他被那些鱷魚眼淚耍得團團轉，甚至像只瘋狗一樣到處亂吠。別再說我是家族的恥辱了，有你這樣的哥哥才是這輩子最大的恥辱。埃爾溫被對得半天說不出話，他怎麼也沒想到，一向順從的妹妹竟然會說出這麼狠的話。傑森一時間根本反應不過來，他記憶裡的艾琳曾經總是跟在哥哥身後撒嬌，那是他最懷念的溫柔時光。可現在的艾琳看他的樣子，就像在看一個路人，那種冷漠讓他感到前所未有的陌生。艾琳已經徹底清醒了，她冷冷地丟下一句話，自己可不是什麼大度的好人，既然被當众羞辱，就沒打算再給這兩个哥哥留面子。艾琳當着所有人的面，親手撕碎了那塊引發爭端的風箏。既然你們覺得我欠了誰，那現在就徹底兩清了。他把碎布像垃圾一樣扔在地上，語氣冷得讓人脊背發涼。從這一刻起，他不再是那個任人拿捏的軟柿子。看着艾琳決絕離開的背影，埃爾溫竟然還在問他到底怎麼了，甚至懷疑眼前的妹妹是別人裝的。他根本還沒意識到，那個會為了親情委曲求全的艾琳，早就被他們親手推開了。這場所謂的家鬧劇才剛剛開始反轉。艾琳現在的處境其實挺難的，雖然剛才對的確實很爽，但那兩個哥哥在家裡很有權勢，所有人都在看他們的臉色行事，連平日裡的女僕們現在見了他都躲得遠遠的，生怕被捲進這場風波裡。公爵夫人雖然願意幫他，但也不可能每次都出來當擋箭牌。艾琳心裡很清楚，光靠自己一個人硬剛是不夠的，她必須得找個更厲害的靠山。就在這時，她想起了一個在原著裡能力極強又非常有權勢的人，那就是傳聞中那位阿什本公爵。這個男人或許就是他翻盤的關鍵。這位阿什本公爵可不簡單，他靠着驚人的商業頭腦，給整個帝國賺回了數不清的金銀財寶。大家都管他叫皇帝的錢包，在所有人眼裡，他就是財富和權力的化身，地位穩得沒人能撼動。可依琳心裡也沒底，像這樣一個深不可測的男人，真的會心甘情願當他的靠山嗎？到底是會成為保護他的堅固盾牌，還是會變成一把反過來刺向他的致命利刃？這場豪賭，艾琳真的能贏嗎？艾琳現在滿腦子都是怎麼去見公爵，畢竟想要翻盤，這位大佬是他唯一的突破口。可他連怎麼開口約人家都不知道，正沒頭緒呢，他發現諾拉正躲在花園裡忙活，手裡還抱着一大捧紅玫瑰。諾拉被嚇得夠嗆，趕緊解釋說是看這些花開的正豔，想給艾琳的房間換換樣，好讓她能稍微放鬆一下。看着這些嬌豔的玫瑰，艾琳原本緊繃的心情總算稍微放鬆了一點。既然要找靠山，那動作就要快。到了第二天一早，一輛馬車就悄悄駛出了莊園，誰也沒驚動。諾拉看着車裡的行李，還有那個香噴噴的籃子，好奇的不行。艾琳倒是很淡定，說只要事情辦得順利，他們很快就能回來。看着眼前這個隨和的大小姐，諾拉忍不住感慨，現在的艾琳真的變了好多，不僅沒架子，還答應把好吃的分享給她。馬蹄聲聲催得緊，艾琳這次可是有備而來，她能不能順利見到那位公爵呢？馬車夫問護衛能不能出發，艾琳在車裡還挺納悶，這次到底是誰在陪她出門？他悄悄掀開簾子往外看，本以為只是個普通的隨從，結果看清對方的長相後，艾琳整個人都定住了。怎麼會是尤里爾？看着尤里爾那張嚴肅的臉，艾琳心裡頓時警鈴大作。他到底想幹什麼？這下計劃全要亂套了。艾琳下意識想躲起來，連脖子都因為緊張開始發酸。諾拉在一旁擔心的詢問，可這種事根本沒法解釋。艾琳強裝鎮定，清了清嗓子，隔着窗戶想把人趕走。她說自己不需要騎士護送，讓尤里爾哪來的回哪去。尤里爾卻完全沒有要走的意思，他直接搬出公爵夫人的命令，說有意見就去跟夫人談。這分明就是拿準了艾琳沒法拒絕。他甚至還故意湊近了問，是不是他的出現讓他不舒服了？看着那張臉，艾琳瞬間想起了被掐住脖子的恐懼。明明之前對他做過那種事，為什麼現在還能像個守護者一樣若無其事地出現在他面前？尤里爾那眼神簡直要把人看穿，他居然還在懷疑艾琳在耍花招。艾琳氣得直接甩上簾子，既然說不通，那就乾脆別看了。他在車裡越想越氣，明明這家伙之前還想要他的命，現在居然能擺出一副正義凜然的樣子，這種反差簡直讓人抓狂。他單方面宣布脫粉了。馬車緩緩駛進城鎮，這一大早折騰下來，艾琳感覺比幹了一天活還累，只求接下來的路能太平一點，千萬別再出什麼幺蛾子了。馬車緩緩駛進特斯維諾鎮，艾琳掀開簾子一瞧，這地方怎麼跟貧民窟一樣？公爵領地裡居然還有這種破落地方。街上的人看着都很面生，艾琳發現了不少異國面孔，這些人好像都是從外地逃難過來的。這小鎮的情況比他想的要複雜得多。他突然想起書裡的內容，這裡以前就是個三不管的法外之地，公爵嫌這兒太亂沒法管，乾脆把它當成籌碼給賣了。為了換取那個日進斗金的黃金港口，公爵把這片土地割讓給了莫里斯伯爵。艾琳仔細回想着書裡的細節，這筆買賣背後絕對藏着大秘密。就在艾琳思索這筆買賣的時候，街上突然亂成了一團，一個衣衫襤褸的小男孩正抓着半塊麵包拼命狂奔，後邊的店主一邊追一邊罵，這孩子顯然是餓壞了，哪怕被追得滿街亂竄，嘴裡還死死咬着那塊麵包。可他光顧着回頭看追兵，根本沒注意到前面的路。等他反應過來的時候，已經一頭撞上了艾琳的馬車，受驚的白馬猛地揚起前蹄，馬車劇烈顛簸起來，
諾拉嚇得尖叫起來，趕緊撲過去，死死護住艾琳。車廂裡瞬間亂成了一團，外面的車夫根本坐不穩，直接從駕駛座上摔了下去。眼看馬車就要徹底失控，尤里爾反應極快，這種時候只能靠他了。他直接伸手拽住受金白馬的韁繩，雙臂猛地發力，硬生生把發瘋的馬給勒停了。這要是再晚1秒，整輛車非要翻了不可。諾拉在車裡嚇得魂都沒了，拉着艾琳左看右看，生怕自家小姐磕着碰着，還嚷嚷着一定要報答救命之恩。艾琳倒是一臉淡定，覺得他實在是有點反應過度。他忍不住掀開簾子往外看，尤里爾正溫柔地摸着馬頭，那副樣子跟平時冷冰冰的完全不同。真沒想到，關鍵時刻救了他的居然會是尤里爾。店主嚇得趕緊對着尤里爾鞠躬道歉，生怕得罪了這位大人物。他轉頭就把火拳撒在了小男孩身上，罵他是部落裡跑出來的卑鄙小偷。小男孩委屈的大喊自己沒偷，說那是用神賜的寶物在交換。可店主哪聽得進去這些，揪住他的領子就要動手，非要他賠錢不可。眼看場面就要失控，艾琳直接從馬車上走了下來。她看着那個被嚇壞的孩子，語氣平靜地對店主說：“這筆錢我替他付了。”艾琳示意諾拉把賬結了。店主拿到錢後瞬間換了副面孔，對着101一頓瘋狂吹捧，簡直要把她誇成下凡的女神。可那個小男孩卻一點不領情，梗着脖子大喊自己沒做錯，甚至連句謝謝都不肯說。諾拉在後面氣得直跺腳，覺得這孩子真是太沒禮貌了。男孩轉身撿起地上弄髒的麵包，艾琳提醒他吃了會生病，他卻倔強地說總比餓死強。這種處境下，自尊心確實沒法當飯吃。艾琳什麼也沒多說，直接遞過去一個乾淨的熱麵包，還特意告訴他這個真的很甜。面对這突如其來的溫柔，小男孩整個人都定在了原地。可還沒等大家反應過來，他突然伸手一把搶過麵包，頭也不回地扎進人群裡跑了，那速度快得像只受驚的小兔子。艾琳伸出的手僵在半空中，只能尷尬地自嘲一句：這孩子還真是挺有活力的。他也沒打算繼續糾纏，招呼着諾拉趕緊跟上，畢竟正事要緊，這小小的插曲就隨他去吧。尤里爾盯着艾琳離開的方向，嘴裡反覆念着她的名字。他在懷疑剛才那出善行到底是不是艾琳故意演出來的，畢竟在這個圈子裡，真心可是最難見到的東西。馬車漸行漸遠，而那個搶走麵包的小男孩其實一直躲在暗處沒走。他低頭看着手裡那塊麵包，如果是這個女人的話，會不會真的願意相信他？就在公爵落腳的這座莊園，屋裡的艾琳已經等得沒脾氣了。她無奈地說自己半個小時連喝了2壺茶。諾拉在一旁也只能乾看着，看來這位公爵大人壓根就沒打算給他面子，這冷板凳坐得可真夠徹底。就在這時候，外面突然傳來了動靜，推門進來的男人叫伯格，他一臉客氣的道歉，說是讓艾琳久等了。可伊琳心裡比誰都清楚，在原本的小說劇情裡，這家伙就是個跑龍套的背景板。公爵自己躲着不露面，故意派個下屬過來打發他，這明擺着就是瞧不起人。不過艾琳倒是一點沒生氣，她只是淡淡的回了一句自己並不介意。艾琳這次過來特意帶了一籃子親手做的甜點，說是要送給公爵嘗嘗。還沒等伯格反應過來，旁邊的女僕諾拉就坐不住了，開始瘋狂給自家小姐吹彩虹屁。她說這可是艾琳親手烤的玫瑰馬德琳，簡直就是天才的傑作，是百年難遇的奇蹟。看着諾拉這副狂熱的樣子，伯格也只能尷尬的笑着點頭，趕緊伸手接過了籃子。伯格笑着拍胸脯保證一定會把東西親手交給公爵。艾琳也沒打算多留，客氣了幾句就帶着女仆離開了。看着他遠去的背影，伯格心裡其實直犯嘀咕，他剛才可是故意沒去通報，就等着看這位大小姐當場發飆。可誰能想到，他今天不僅沒鬧事，還好說話的讓人有點摸不着頭腦。這位艾琳小姐到底是怎麼了？不過伯格也沒心思多想，他現在滿腦子全是那籃子甜點，已經迫不及待想去喝下午茶了。與此同時，在公爵那間守衛森嚴的辦公室裡，老部下奧提斯正在匯報領地的大事。有個伯爵看中了海特港，想用一筆重金來交換這塊地，這買賣聽起來對商隊確實很有利。公爵站在地圖前沒急着答應，這種割讓領地的事，他必須得慎重考慮才行。就在氣氛最嚴肅的時候，伯格拎着個籃子，大大咧咧地闖了進來，說是艾琳小姐特意送來的甜點。聽到這個名字，公爵整個人都定住了。他記得艾琳以前最嫌棄這地方髒，還發誓這輩子都不會踏進領地半步。怎麼今天太陽打西邊出來了？他不僅人來了，竟然還親手做了點心送過來。伯格迫不及待地打開籃子，那股甜香味兒一下子就鑽了出來。他本來還以為女僕是在吹牛，沒想到艾琳的手藝竟然真的這麼好，連一向嚴肅的奧提斯都看愣了。伯格倒是挺大方，直接招呼大家一起嘗嘗。伯格吃的那叫一個香，一邊嚼一邊感嘆這簡直是意外驚喜。可公爵在嘗了一口之後，表情卻變得有些微妙，這點心裡透着一股淡淡的玫瑰香，確實是艾琳最喜歡的味道。可這種水平的廚藝，絕不是一朝一夕就能練出來的。在他離開家的這段時間裡，那個驕縱的大小姐到底經歷了什麼？伯格一眼就看穿了公爵的心思，既然這麼放心不下，不如乾脆親自回家去看看。畢竟他也確實很久沒回公爵府了。公爵沉默了片刻，最終還是決定接受這個提議。有些事情確實的親眼確認了才能安心。此時的公爵府裡，艾琳正忙着給自己疊 buff， 她主動找到尤里爾，讓他今晚不用值班，早點回家休息。其實他心裡的小算盤打得響着呢，尤里爾的膝蓋上還有舊傷，萬一真把這位未來的煞星累壞了，以後他肯定會變着法子找自己算賬。
尤里爾雖然覺得這位大小姐賺了興，但也沒多說什麼，應了一聲就轉身離開了。看着他遠去的背影，艾琳總算鬆了一口氣，保命計劃似乎又往前邁了一大步。艾琳像是突然想起了什麼，趕緊叫住了準備離開的尤里爾，讓他先在原地等一下，自己轉身就往回跑。沒一會兒，他就端着一盤點心重新出現了，直接遞到了尤里爾面前，說是為了感謝他之前的救命之恩。尤里爾一時間竟然不知道該說什麼，他本來下意識想開口拒絕，可看着艾琳那副認真的樣子，拒絕的話怎麼也說不出口。這還是那個高高在上的大小姐嗎？這種突如其來的關心讓這個習慣了冷漠的守衛完全沒料到會有這一出。空氣裡全是淡淡的玫瑰花香，艾琳端着點心走在晚風裡，這一幕美得簡直不像話。尤里爾就這麼看着她走近，心裡那種異樣的感覺越來越強烈。艾琳一邊抱怨天氣太冷，一邊把盤子塞進他手裡，催他趕緊回家休息。送完這最後一份點心，艾琳頭也不回地跑進了屋子，只留下尤里爾一個人站在原地，看着手裡還帶着餘溫的盤子發呆。尤里爾試探着咬了一口，滿嘴竟然全是玫瑰的香氣，就像剛才艾琳靠近時身上帶着的那種味道。雖然对他這種人來說，這點心確實是有點太甜了，但這種從未有過的滋味似乎正一點點滲進他的心裡。這個總是冷冰冰的大小姐到底還藏着多少讓他意想不到的秘密？尤里爾盯着桌上的點心，腦子裡全是艾琳的名字，他到底在玩什麼把戲？以前的他總是傲慢無禮，看誰都帶着一股子狠勁，可現在那股囂张的氣焰全沒了，不僅說話做事變得有分寸，甚至還讓人覺得有點溫柔，簡直就像徹底換了個靈魂。這種翻天覆地的變化背後到底藏着什麼秘密？雖然他偶爾還會擺出大小姐的架子，但那種刻薄勁兒總覺得少了點火候，就像是在故意模仿以前的自己。這種感覺越來越不對勁，尤里爾怎麼也想不明白，那個不可一世的女人到底怎么了？深夜的窗台邊，尤里爾已經等候多時，直到那個熟悉的身影劃破夜空，他穩穩接住落下的猛禽，低聲打了個招呼：“好久不見了，幽靈。”這隻信使帶回來的可不只是簡單的問候，而是他一直在等的真相。尤里爾熟練地取下秘密信件，卻發現自己根本沒法集中注意力，他竟然為了那個女人的反常糾結這麼久。看來是這深夜的冷風吹得太久了，讓他變得有些疑神疑鬼。既然想不通，就乾脆別想了。他披上斗篷遮住身形，還有更重要的事情等着去處理，沒必要把時間浪費在這些瑣事上。隨着燈火熄滅，真正的行動現在才要開始。深夜的宅邸裡，艾琳竟然把精緻的點心全都推到了小女僕面前，她笑着讓諾拉慢慢吃，剩下的全都歸你了。這種平易近人的樣子，哪還有半點惡毒大小姐的影子？其實意林現在根本沒心思吃甜食，天一冷，她滿腦子想的都是熱騰騰的壽喜燒和咖喱豬排。雖然這副皮囊換了人，但靈魂深處的味覺記憶可是一點都沒變。看着一臉茫然的諾拉，艾琳只能無奈的感慨，想在異世界吃上一口家鄉味，怎麼就這麼難呢？諾拉這丫頭真是個急性子，一聽說廚房有新鮮牛奶，轉頭就跑去忙活了，非要給艾琳做碗熱騰騰的米布丁。看着她跑遠的背影，艾琳臉上的笑意卻漸漸淡了。誰能想到呢？就在短短2天前，她的人生環完全是另一副模樣。一場突如其來的意外，讓她直接穿越到了這本小說裡，從死亡到重生，這一切發生的實在太快，快到讓她根本沒時間去害怕。站在這個既熟悉又陌生的露台上，艾琳看着遠方的夜空，既然命運開了這麼大一個玩笑，那接下來的路就只能硬着頭皮走下去了。尤里爾和公爵夫人都在這裡，雖然這個世界處處透着危險，但艾琳心裡卻很清楚，她對那個無人疼愛的前世已經沒有任何留戀了。哪怕未來的路根本看不清，哪怕每一步都像是在刀尖上行走，她竟然發現自己開始對明天有了一絲期待。這種感覺很陌生，卻讓她第一次有了活着的實感。因為在這個充滿變數的地方，她終於不再是那個被拋棄的人。星空下的艾琳正沉浸在這一刻的寧靜裡，她感嘆着這裡的景色真美，卻完全沒意識到暗處有一雙眼睛正死死盯着她。尤里爾躲在陰影中，默默念着她的名字。眼前的這個女人和她記憶裡那個惡毒的大小姐簡直判若兩人，是演技太好，還是她真的變了？尤里爾現在只想知道，到底哪一個才是真正的他。諾拉正為了牛奶的事大發雷霆，原本給艾琳準備的東西竟然被廚房私自送給了露西亞，可廚房的人卻根本不買賬。帶頭的女仆語氣冷冰冰的，直言他們效忠的是整個家族，可不是艾琳一個人的私仆，甚至還在背後嚼起舌根，說艾琳大半夜想吃東西，就是在故意耍大小姐威風。就算到公爵夫人那裡，也沒人會替她說話。看來在這個家裡，艾琳的處境比想象中還要艱難。廚房的這幫人簡直太過分了，他們嘲笑諾拉太死板，覺得給艾琳幹活根本沒前途，還慫恿諾拉隨便找個借口偷懶。諾拉氣得不輕，直接丟下一句狠話，要把這些事全都告訴艾琳。可這幫人根本沒把艾琳放在眼裡，帶頭的女僕甚至冷笑出聲，覺得諾拉簡直是膽小如鼠。在他看來，現在的艾什本家族早就是露西亞的天下了，艾琳不過是個被社交界拋棄的可憐蟲，一個連名聲都毀掉的大小姐，以後能嫁給個小貴族就算走運了，誰還會怕她？相比之下，露西亞簡直就是個完美的大小姐，不僅溫柔善良，那些貴族公子也都圍着她轉，下人們甚至已經在私下打賭，她最後會選白髮的傑森，還是紅髮的埃爾溫。反正不管選誰，她注定會成為最後的贏家。這幫僕人倒是看得明白，想要在府裡過得好，就要看清形勢，站對隊伍。
甚至連一碗普通的牛奶，只要報上露西亞的名字，廚房的人就会立馬送過来。这待遇差的可不是一點半點。在露西亞面前，下人們說話越來越肆無忌憚，他們覺得艾琳根本不配用好東西，只配吃露西亞剩下的殘羹剩飯。露西亞表面上還在替艾琳說話，可轉頭就露出了真面目。在他眼裡，現在的艾琳就像一隻喪家犬，根本不值得同情。他甚至覺得艾琳現在遭受的一切痛苦都是在為過去的自己還債。傑森臉上的表情非常嚴肅，直接問出了那個藏在心裡很久的疑問：那個風箏真的是艾琳弄壞的嗎？露西亞又在演戲了，她話裡話外都在暗示，說艾琳以前就愛弄壞她的寶貝，這次肯定也不例外。埃爾溫果然上當了，他想都沒想就護住露西亞，甚至為了這件事跟傑森翻臉。在他心裡，艾琳就是個滿嘴謊話的騙子，根本不值得信任。露西亞還在旁邊火上澆油，裝出一副大度委屈的樣子，說只要大家不吵架，讓他去給艾琳道歉也行。這種以退為進的手段確實百試百靈。傑森最後還是心軟了，他摸了摸露西亞的頭，答應再給她買個新風箏。露西亞笑得很甜，好像剛才的尷尬從來沒發生過。可一回到房間，她的面具瞬間就碎了。雖然這次靠演技糊弄了過去，但傑森竟然開始懷疑她，這可是破天荒頭一次。露西亞越想越氣，她把這一切都怪在了艾琳頭上，發誓絕對不會原諒對方。在她眼裡，艾琳不過就是塊墊腳石，根本沒資格跟她鬥。就在這時，女僕問牛奶該怎麼處理，看來露西亞又要動歪心思了。她突然想到了個好去處，馬廄後面不是還關着條狗嗎？既然自己不想喝，那就把這杯東西賞給那個畜生好了。在他眼裡，艾琳現在的處境跟那條狗沒區別，甚至連喝剩下的牛奶都得看她的心情。諾拉這次空手而歸，覺得自己簡直太沒用了，連這點小事都辦不好，根本沒法向艾琳交代。看着徹底崩潰的女僕，艾琳差點沒憋住笑，她趕緊大方地安慰對方：“這事兒不怪你，責任全在我身上。”可諾拉接下來的提議直接讓艾琳傻眼了，她居然在認真盤算，是要用鞭子狠狠抽人出氣，還是去廚房把東西全砸了。艾琳這下徹底無語了，自己在諾拉心裡到底是個什麼樣的魔頭啊？艾琳現在算是看透了，靠暴力反擊確實能爽一下，但對她的名聲一點好處都沒有，反而會落入別人的圈套。她心裡其實很清楚，到底是誰在背後操縱這一切。那些找麻煩的女僕不過是別人手裡的木偶罷了。如果現在忍不住發火，那就真的成了對方掌心裡的玩物，正中人家的下懷。想要教訓這些狗仗人勢的東西，根本不需要大動干戈。他已經想到了一個更絕的辦法。艾琳心裡跟明鏡似的，那些輕易得來的權利，隨時都能被他親手收回來。他讓諾拉別再操心，趕緊回屋休息，因為接下來的重頭戲，他要親自下場去演了。與此同時，在冰天雪地的深山裡，一個秘密基地正悄悄運作着。這7000名精銳士兵，就是尤里爾現在手裡全部的家底。為了躲開那些凡人的眼線，他特意把基地藏在了這片深山裡。雖然這裡的環境確實夠嗆，但只要能翻過這片雪山，大軍就能直抵帝都大門口。薩比諾當場表了態，只要尤里爾一句話，這7000兄弟隨時都能豁出命去。為了家族的榮耀，他們已經做好了開戰的準備。但薩比諾緊接着又提到了一個最現實也最頭疼的問題：打仗可不是光靠熱血就行，那得是真金白银的往裡砸啊！現在的物資只能勉強維持生存，可眼下最要命的難題是這幾千號人該怎麼熬過這個冬天。看着士兵們在寒風裡抱團取暖，尤里爾知道自己不能再等了，物資的事情他會親自去解決。只要能帶大家撐過這一關，他遲早要讓家族的旗幟重新在帝都上方飄揚。公爵府的清晨倒是挺太平，諾拉這會兒正替艾琳高興呢，畢竟能和公爵夫人一起吃頓飯，這可是盼了好久的機會。艾琳心裡其實挺沒底的，以前確實給她添了不少麻煩，她現在只想多陪陪對方。不過諾拉突然提到了露西亞，那個女人要是也在場，這頓飯恐怕就沒那麼好吃了。艾琳倒是笑得挺淡定，難道她已經想好怎麼應對了嗎？艾琳壓根沒把露西亞當回事，該發愁的可不是他們，而是那個還沒搞清楚狀況的女人。話還沒說完，花園那邊突然傳來一陣金屬撞擊聲，聽起火藥味十足，原來是尤里爾正在跟人過招。扎克這一劍劈得又狠又準，擺明了是奔着贏去的。可尤里爾站在原地動都沒動，穩穩地架住了對方的重擊。這實力差距，恐怕讓在場的人都沒想到。這一劍快得讓人根本沒看清，扎克手裡的武器直接飛了出去。尤里爾冷冷地丟下一句話，他說勝負從一開始就已經注定了。周圍的人趕緊衝上來扶起扎克，看尤里爾的眼神裡全是敵意，甚至有人當眾大喊，指責他這次做的實在是太過火了。尤里爾覺得這場鬧劇該結束了，在他眼裡，這種不自量力的挑戰純粹是浪費時間。可明明已經輸得這麼慘，扎克竟然還笑得出來，甚至反過來開始挑釁尤里爾。他說尤里爾不過是仗着實力強，就打心底裡瞧不起所有人，誰知道那副高傲的面孔下到底藏着什麼骯髒的想法。扎克的語氣裡全是威脅，他說自己早就看穿了尤里爾的底細，為什麼要來公爵府當護衛？到底在打什麼主意？尤里爾一下子停住了腳步，他什麼都沒說，這種沉默反而讓氣氛變得更壓抑。躲在遠處的艾琳也聽到了這些話，尤里爾就這麼大搖大擺地站在那。艾琳在遠處看得心驚膽戰，難道尤里爾真的出事了？扎克突然露出一絲冷笑，對着尤里爾說：“昨晚的事我可全都看見了。時間倒回昨晚，整座城堡都沉浸在月色裡，可就在這寂靜的深夜，竟然有人還沒睡。本來只是喝多了想找個廁所，誰能想到竟然撞見了最不該看的一幕。”
走廊盡頭那個鬼鬼祟祟的身影，竟然是尤里爾。大半夜的他穿成這樣是要去哪？扎克當面質問尤里爾：“你昨晚到底去哪了？”扎克不依不饒，非要尤里爾交代昨晚的行蹤。尤里爾表面上不動聲色，其實已經在盤算對方到底知道了多少。氣氛一下子降到了冰點，尤里爾的手已經按在了鍵柄上，只要对方說出那個秘密，他絕對會立刻滅口。遠處的艾琳急得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誰知扎克突然指着尤里爾大喊：“你昨晚是去偷領地的寶貝了吧？”這話一出來，尤里爾剛才那股殺氣瞬間就散了。這人的腦回路到底是怎麼長的？扎克越說越起勁，甚至開始幻想尤里爾偷東西的場面，還威脅說要把這事直接捅到艾琳那去，讓尤里爾徹底捲鋪蓋走人。面对這種離譜的指控，尤里爾連頭都沒抬一下，只是自顧自地擦着手裡的劍，仿佛對方只是各跳兩小丑。反倒是旁邊的艾琳聽不下去了。就在扎克還在那大放厥詞的時候，艾琳直接冷着臉走了出來，当众宣布尤里爾昨晚的行動就是他安排的。這下輪到扎克傻眼了，他原本想借題發揮，結果現在反倒成了他在質疑大小姐的決定。艾琳可沒打算就這麼放過他，既然你這麼關心尤里爾的工作，甚至還擔心他太辛苦，那不如這樣好了。艾琳笑得一臉燦爛，說出的話卻讓人脊背發涼。既然你這麼有心，不如你來替尤里爾當我的奴隸吧。剛才還嚣張跋扈的扎克，這下徹底被嚇破了膽，二話不說直接跪在地上求饒。看來想在艾琳面前耍心機還是太嫩了點。艾琳覺得這出戲演到這兒就沒意思了，她直接轉身走人。這種小角色根本不值得她浪費時間。尤里爾還沒反應過來，艾琳就頭也不回地甩下一句：“還愣着幹什麼？趕緊跟上！”看着大小姐這副雷厲風行的樣子，尤里爾不僅沒覺得被冒犯，反而覺得這位主子越來越有意思了。他快步跟了上去，這下可把旁邊的諾拉給急壞了，那可是他平時站的位置啊，怎麼一轉眼的功夫就被這個新來的給占了？走在花園裡，艾琳心裡其實跟明鏡似的，她知道尤里爾接近自己肯定沒安好心，絕對藏着什麼不可告人的目的。但剛才看到他被那個男人指着鼻子罵，艾琳心裡就是不痛快。畢竟說到底，尤里爾會變成現在這個樣子，很大一部分原因都是因為原來的那個艾琳。最關鍵的是，艾琳上輩子可是尤里爾的头號鐵粉，看着自己心愛的角色受委屈，她怎麼可能坐視不管？想到這，艾琳趕緊咳嗽2聲掩飾一下，免得被別人看穿了心思。艾琳開始打聽尤里爾的底細，按理說皇家護衛的薪水可不低，他完全能搬出去住，幹嘛非要擠在學院宿舍裡？尤里爾倒是挺會說話，笑眯眯地表忠心，說這樣才能隨時隨地保護大小姐。艾琳心裡冷笑一聲，這種鬼話誰信啊？如果尤里爾住在外面，那他的行蹤就沒人能盯着了。他之所以還留在學院，肯定是因為還沒達到自己的目的。既然他想玩，那艾琳就陪他玩到底。他直接把女僕諾拉叫了過來，吩咐他把1樓盡頭的儲藏室打掃乾淨。還沒等大家反應過來，艾琳就宣布了一個重磅消息：從今天起，尤里爾就直接搬進公爵府住。這招近身監視，看他以後還怎麼搞小動作。諾拉這下徹底炸鍋了，在他看來，讓一個大男人住進公爵府，那簡直就是把狼往家裡招啊！艾琳卻一點都不在乎，又不是住同一個房間，有什麼好擔心的？其實他心裡早就計劃好了，只要尤里爾住進府裡，那以後不管是白天還是半夜，只要他想，隨時都能把這個免費勞動力叫起來幹活。看着艾琳那副志在必得的樣子，尤里爾這回是真的沒法反駁了，只能乖乖聽從安排。陽光正好的午後花園，露西亞正忙着討好梅琳達，她特意送上親手織的手帕，還貼心的噴好了對方最愛的香水。梅琳達顯然很受用，直誇她的手藝越來越好。露西亞正為自己的討好感到得意，覺得這幾天的辛苦總算沒白費。可就在這時候，艾琳提着裙擺走了過來，這一聲母親叫的清脆，讓原本溫馨的茶會氣氛一下子變得微妙起來。梅琳達還想招呼大家一起喝茶，可露西亞心裡10000個不樂意，艾琳也壓根沒打算理會她，直接使出了殺手鐧。她湊到母親身邊撒起嬌來，說是有重要的私房話要單獨聊，這明擺着是要把外人趕走，根本沒打算給露西亞留面子。梅琳達自然是更疼親女兒，轉頭就讓露西亞先回房休息。看着兩人親密離開的背影，露西亞這下徹底成了局外人。露西亞氣得抓緊了手帕，原本精心準備的禮物，現在反倒成了笑話。她越想越覺得不對勁，難道依琳是要去告黑狀，把昨晚的事全捅到夫人那裡？這丫頭什麼時候變得這麼難對付了？要是真讓艾琳得逞，自己在這府裡可就沒立足之地了。她絕不能就這樣認輸，必須得找個幫手才行。她轉頭吩咐女僕跟上，現在就要去找傑森哥哥。既然艾琳想玩陰的，那就看誰的手段更高明。花園裡只剩下那塊被遺忘的手帕，露西亞已經被徹底打發走了，現在是屬於母女倆的私密時間。梅琳達領着女兒進了書房，她心裡其實一直在打鼓，到底是什麼天大的事，非要躲開所有人單獨談。可依琳接下來的話卻讓梅琳達半天沒接上話。她不是來哭訴委屈的，而是提出要學習掌管家業，這要求簡直太出人意料了。以前那個只知道玩樂的大小姐，怎麼突然轉了性子要搞事業？梅琳達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甚至懷疑女兒是不是在開玩笑。畢竟以前的艾琳可是出了名的任性，把家族的名聲都快給敗光了。艾琳這次卻表現得異常坦誠，她當眾承認自己以前就是個自私鬼，被所有人討厭也是理所應當。但她緊接着話鋒一轉，她說自己再也不想那樣混日子了，從今天起要徹底改頭換面，不僅要努力學習
還要變得有用，甚至懇求母親再相信他最後一次。其實依琳心裡比誰都清楚，想要在這個家裡翻身立足，扭轉名聲，就是他必須打贏的第一仗。艾琳心裡其實打着另一番算盤，如果繼續當那個自私的草包大小姐，遲早會被人發現這具身體換了靈魂。與其整天提心吊膽怕被識破，不如乾脆親手重塑一個新的人設，這就像是一場豪賭，而他已經準備好要贏下全局了。梅琳達顯然被這番話徹底打動，她拉住女兒的手，鄭重承諾：要是艾琳想做的，她這個當母親的絕對會傾力相助。這正是艾琳夢寐以求的強力後盾。梅琳達直接把他領到了書桌前，指着那一堆公爵府的核心文件，打算從頭開始教他如何管理家業。看來這場翻身仗，艾琳已經成功拿到了入場券。梅琳達給了女兒絕對的信任，讓她放開手腳去做想做的事。艾琳道謝後立刻進入了狀態，這一做就是整整一個下午，堆成山的文件被他翻了個遍。虽然累得整個人都快散架了，但艾琳心裡卻越來越亮堂。就在這一堆枯燥的數據裡，她終於抓住了那個關鍵的漏洞，這可是能徹底扭轉局面的王牌。看來之前的辛苦總算沒白費。既然拿到了想要的東西，艾琳一刻也不想在書房多待，她抱着文件推門而出。諾拉已經在外面等候多時了，誰能想到尤里爾會在這兒等着？艾琳顯然沒做好心理準備。尤里爾倒是表現得很淡定，說自己已經把東西都搬完了，特意過來打個招呼。既然碰上了，艾琳順勢提議兩人一起回去。這種難得的獨處機會，她可不想就這麼白白放過。可走着走着，尤里爾卻突然停下腳步，伸出了手。這突如其來的親近讓艾琳整個人都愣住了。他這到底是什麼意思？艾琳的大腦徹底宕机了，這難道就是傳說中的主動出擊？她的思緒一下子飛到了九霄雲外，甚至連以後結婚穿什麼婚紗，孩子該叫什麼名字都想好了。這進度條拉得也太快了點。不過她很快就反應了過來，拼命搖頭，想把這些離譜的念頭甩掉。現在可不是胡思亂想的時候，萬一被對方看穿，那可就丟大發了。艾琳努力讓自己看起來很淡定，可手裡緊緊攥着的文件還是出賣了她此時亂成一團的心思。這氣氛真是越來越微妙了。尤里爾看出了他的局促，趕緊開口解釋，說自己只是看他拿的東西太重，想幫他分擔一下而已。這話一出，艾琳整個人都僵在了原地。原來人家根本沒那個意思，全是自己在這兒瞎想。剛才那些結婚生子的離譜念頭，現在簡直成了公開處刑。艾琳恨不得立刻消失在走廊盡頭，這輩子都不想再提這件事了。看着他這副手忙腳亂的樣子，尤里爾反而覺得挺有意思，嘴角甚至還帶上了一絲笑意。這下兩人的關係反而更微妙了。尤里爾下意識地擋住嘴角，顯然是在努力憋着笑。艾琳直接把臉藏進了書裡，這路怎麼突然變得這麼長？這個叫傑西卡的女人可不簡單，表面上是艾琳的貼身女僕，實際上在府裡橫行霸道，最擅長對上討好，對下欺負，簡直就是個兩面派。她一直盯着總廚師長的位子，為了能順利上位，平時沒少在艾琳面前演戲。本以為一切都在掌控之中，誰能想到半路殺出個諾拉，這個平時被她踩在腳底的小女僕，現在竟然成了艾琳的心頭肉。看着兩人形影不離的樣子，傑西卡這下是真的要瘋了。她躲在暗處死死盯着諾拉，手裡的樹皮都要被摳爛了。傑西卡這回是徹底記恨上諾拉了，她躲在暗處像只盯着獵物的瘋狗，就等着諾拉什麼時候露出馬腳，好把屬於自己的風頭搶回來。可她還沒等到報復的機會，艾琳這邊卻先有了大動作。傑西卡整個人都聽傻了，指着自己半天沒反應過來。艾琳笑着點了點頭，說這是她已經考慮很久了。在她心裡，傑西卡不僅勤快，而且非常靠譜，這簡直就是破格提拔啊！傑西卡做夢都沒想到自己這麼快就要走大運了。艾琳這招真是高明，她故意拍着傑西卡的肩膀，問她能不能把差事辦好。這哪是信任啊，分明是在給這女人挖坑呢。傑西卡果然上鈎了，她趕緊在那表忠心，說自己絕對不會辜負期待。那副演出來的樣子，真是讓人看都不想多看一眼。轉頭到了書房，梅琳達夫人也聽說了昨晚的事，她可沒那麼好說話，直接問艾琳要不要動手，把那些鬧事的僕人都給收拾了。可依琳卻沒急着答應，她心裡顯然有更大的盤算。艾琳直接拒絕了母親的幫忙，她說這事兒得自己親手處理，不想再給家裡添麻煩了。想要讓整個家族徹底翻身，就不能一直躲在父母的翅膀底下，她必須把所有的困難都當成磨刀石，讓自己變得更有手段。隨着大門被緩緩推開，艾琳已經做好了覺悟，她要從這個牢籠裡飛出去，去看看外面那個更廣闊的世界。這幫女僕聚在一起偷着樂，覺得艾琳大小姐根本沒發現他們的小動作。帕梅拉更是得意的不行，覺得自己這回立了大功，只要能討好露西亞小姐，主廚的位置就是她的了。正做着升官發財的美夢呢，結果下一秒桌子直接被人給掀翻了，帕梅拉摔了個狗吃屎，剛才那股囂張勁兒一下子全沒了。傑西卡冷着臉站在他們面前，說難怪廚房的食材總是不對勁，原來是這幫人在背後搞鬼。這幫女僕還以為傑西卡好欺負，證據在一起指着他鼻子罵呢，覺得他根本沒資格在這兒指手畫腳。可傑西卡只是冷笑了一聲，直接甩出一張委任狀，從現在開始，他就是這兒的新任主廚。剛才還做着升官夢的帕梅拉，這下徹底踢到鐵板上了。傑西卡可沒打算輕饒了他們，直接當眾翻起了家規舊賬，私吞公款的直接捲鋪蓋走人，敢做假賬的先領30鞭子，最嚴重的那些吃回扣的，按規矩可是要被剁掉雙手的。
看着這幫人嚇得動都不敢動，只能說艾琳這招借刀殺人，真是把這群害群之馬給收拾得明明白白。既然規矩都已經講得這麼清楚了，傑西卡居高臨下地看着癱在地上的帕梅拉，接下來的下場你應該比誰都心裡有數吧。他說自己只是個傳話的，所有的手段都是照着艾琳大小姐教的來。這幫人以前怎麼在廚房作威作福，現在就要怎麼原封不动地還回来？帕梅拉還不死心，嚷嚷着要去找露西亞小姐撑腰，結果話還沒說完，就被傑西卡一把死死掐住了嘴。傑西卡湊到他耳邊冷冷的警告，還沒看清誰才是這屋子真正的女主人嗎？別以為拿了點雞毛當令箭就能翻天，認清現實吧。像你這種上不了台面的貨色，連跟艾琳大小姐對線的資格都沒有。這下帕梅拉是徹底沒戲了，只能老老實實等着被掃地出門。傑西卡最後警告帕梅拉，省點力氣，留着等會兒再哭吧。花園裡，諾拉正跟艾琳大小姐念叨呢，說這幫人純屬自作自受，尤其是那個帕梅拉，心腸簡直壞透了。他還一個勁兒的誇傑西卡厲害，說她訓人的樣子簡直跟大小姐一模一樣。正說着呢，傑西卡就一臉輕鬆的回來了，說事情已經辦得妥妥當當。艾琳看着眼前這個得力助手，心裡別提多滿意了。當初把这件事交給他，果然是最正確的決定。不過看着傑西卡這副幹練的模樣，艾琳心裡還藏着半句話沒說出口。傑西卡這回算是徹底翻身了，看着那幫人被收拾，他心裡別提多痛快。艾琳更是淡定，這種一切都在計劃裡的感覺確實讓人上癮。相比之下，露西亞這邊可就坐立難安了。她在屋裡轉來轉去，心裡慌得不行，就怕艾琳在那位長輩面前亂說話，把自己那些爛事全抖出來。她現在唯一的指望就是趕緊等哥哥傑森回來，只要傑森肯出面護着她，事情或許還有轉機。門一響，傑森總算露面了。露西亞像見到了救星一樣，趕緊迎了上去。傑森倒是一臉冷靜，隨手把外套遞給下人。看着妹妹這副急切的樣子，他一眼就瞧出不對勁，直接問是不是出什麼事了。露西亞一見到傑森，就開始在那兒演上了。她說昨晚只是肚子餓了，想吃點東西，誰知道下人辦事不力，竟然把艾琳的牛奶給端了上來。她一邊說一邊拽着傑森的衣角，口口聲聲說自己完全不知情，就怕梅琳達夫人聽了艾琳的告狀，会對自己產生什麼誤會。傑森聽完倒是沒多說什麼，答應會親自去跟梅琳達夫人解釋。露西亞一聽這話，還以為自己這回又是穩操勝券，她正高興哥哥還是站在自己這邊的，可傑森接下來的話卻讓她整個人都定住了。傑森冷冷地說，既然是下人做錯了事，那就必須得按規矩嚴懲。這下露西亞徹底慌了，要是這幾個下人真的被罰了，以後誰還會聽他的？這面子絕對不能丟。露西亞趕緊換了副面孔，對傑森說，能不能把這幾個人調到我身邊，這樣我餓了有人做飯，艾琳也不用再看見他們心煩。傑森直接打斷了他，想要廚子可以換別人，但對艾琳不敬的人絕對不能留。傑森的態度非常堅決，露西亞心裡很清楚，只要是定下的規矩，他從來不會為了自己破例。要是再繼續糾纏下去，恐怕連這點信任都要丟了。他立刻收起了那點小心思，笑着說，既然哥哥這麼堅持，那就按你說的辦吧。傑森看他這麼聽話，語氣也緩和了下來，還順手送了他一份禮物。露西亞表面上開開心心，可這事兒顯然還沒完。露西亞表面上笑得特別甜，還說只要是哥哥送的禮物他都喜歡，可一轉頭他整個人就變了臉，真是氣死他了。憑什麼艾琳有梅琳達撐腰，就能在府裡這麼囂張？虧他一直把梅琳達當親媽看，結果到頭來人家還是只看中那點血緣。更讓他沒法接受的是，連傑森竟然也站在艾琳那邊。就在他滿腦子都是怨氣的時候，旁邊突然傳來了動靜。女僕客客氣氣地打了個招呼，但在露西亞聽來，周圍所有人似乎都在嘲笑她，那些難聽的話不停在腦子裡轉，說她以前只有2件破衣服，說她被繼母趕出了家門，甚至說她連個下人都不如。這種自卑感就像噩夢一樣，死死纏着她不放。哪怕現在穿的再華麗，在她眼裡，自己依然是個被收養的流浪犬。這種被人看穿底細的感覺，簡直讓她快要瘋了。露西亞覺得那些目光簡直要把她整個人都看穿了，她現在只想趕緊逃跑，離這些可怕的視線越遠越好。女僕在後面追着喊她，可她根本顧不上回應，一路跌跌撞撞跑回了房間，仿佛只要關上門就能把那些噩夢關在外面。可即便躲進了屋裡，那種沉重的壓迫感還是揮之不去。她到底還要被這種恐懼折磨到什麼時候？露西亞把所有的火氣全都撒在了無辜的女僕身上，她覺得要不是這個下人多嘴，自己根本不會落到這種地步。她一邊罵一邊動手，甚至還用鞋跟狠狠踩了下去。女僕只能趴在地上不停求饒，可她現在根本聽不進去。在她眼裡，這些下人的血都是髒的，憑什麼敢直呼她的名字？這種扭曲的自尊心已經讓她徹底失去了理智。你這個賤民！露西亞的罵聲在屋裡回蕩，女僕卑微地跪在地上，頭都不敢抬一下，只能拼命道歉求饒。發洩完怒火後，露西亞總算冷靜了一點，一臉嫌棄的讓女僕趕緊滾，別在這礙她的眼。等房間裡安靜下來，她的注意力被桌上的木盒吸引了。打開盒子的那一刻，露西亞整個人都看呆了，這條項鏈簡直太完美了，比艾琳收到的那個強出100倍。她忍不住笑出了聲。在她看來，傑森每次出門都記得給她帶禮物，這不就說明自己才是傑森心裡最愛的那個嗎？那些流言蜚語根本不值一提。她已經開始幻想，明天帶着這條項鏈出現在宴會上，所有人都會圍着她轉，到時候她就是全場最耀眼的焦點。
艾琳贏了一次就想顯擺，真是想得美！像那種沒身份、沒地位的女人，根本沒資格出現在貴族聚會上。她一定要讓艾琳輸得心服口服。艾琳剛回到房間，就被眼前的景象鎮住了。滿屋子全是包裝精美的禮盒，堆得像小山一樣高，連個落腳的地方都沒有。諾拉在一旁興奮得不行，說這些全是傑森大人送來的，整整100件禮物，說是怕他一個人太寂寞，特意買空了整家店來賠罪。更讓下人們解氣的是，那個一直顯擺的露西亞竟然只收到了1件禮物。諾拉覺得這下地位穩了，以後再也沒人敢隨便欺負他們。可伊琳看着這堆如山的禮物，臉上卻一點笑意都沒有，她只是冷淡地吩咐了一句：“把這些東西全都收起來吧。”這種用錢堆出來的討好，在他眼裡根本毫無意義。傑森看起來似乎對艾琳動了真感情，恨不得把最好的東西都給她。可諷刺的是，不管傑森現在做的再多，艾琳的心裡早就沒他的位置了。曾經的傷害已經造成，現在的深情在艾琳眼裡不過是遲來的補償，根本一文不值。這份遲到的愛，注定永遠也傳達不到他心裡了。深夜的公爵府依然亮着燈，艾琳正埋頭在成堆的文件裡，這哪是看賬本，簡直是在挑戰人類極限。真沒想到阿什本家族的產業這麼多，從挖礦種的到藝術品買賣，到處都有他們的影子，這生意做的也太誇張了。看了一整天，竟然才處理了1/3，這得看到什麼時候去？他實在撐不住了，打算今天就先到這裡。諾拉端着茶走過來問：“大小姐，你還好吧？”艾琳無奈的回答，感覺身體快要散架了，看來想當好這個家真不是件容易的事。諾拉看他累得不行，提議去1樓的浴室放鬆一下，那可是專門飲了溫泉水的，一聽說能把疲勞全沖走，艾琳立馬來了興致。等他真的推開門，才發現貧窮限制了想象力，連個偶爾才用的浴室都這麼高級，看來錢包確實夠厚，這才是真正的貴族生活啊！既然氣氛都到這了，那必須得舒舒服服泡個夠。諾拉還準備去拿點水果和紅酒，這種日子過起來簡直不要太瀟灑。艾琳試了試水溫，感覺整個人都被溫柔的包圍了。這水裡不僅有淡淡的花香，肯定還加了不少名貴的精油。公爵家的待遇果然名不虛傳，在這種陰冷潮濕的天氣裡，能泡上這麼一個熱水澡，簡直就是上天的恩賜。他整個人徹底放鬆下來，感覺之前的疲惫全都消失了。隨着時間一點點過去，浴室裡的水汽越來越濃，蠟燭的光也變得搖晃起來。在這種極度的舒適感面前，困意竟然慢慢湧了上來。要是真在這裡睡熟了，那可就麻煩大了。就在艾琳快要睡着的時候，尤里爾竟然也推門走了進來，聞着空氣裡淡淡的硫磺味，他確定自己找對了地方。他隨手脫掉外衣，走進池子裡，月光照在他滿身的傷疤上，這些痕跡看着就讓人揪心。真不知道他以前到底經歷了什麼。水汽氤氲中，艾琳隱約聽到了腳步聲，還以為是諾拉拿完東西回來了。她迷迷糊糊地睜開眼，怎麼連蠟燭都滅了？她試探着喊了一聲諾拉，她還沒意識到現在池子裡可不止她一個人。艾琳頭也不回地吩咐了一句：“能不能幫忙把蠟燭點上？”可等水汽慢慢散開，她整個人直接定在了原地。站在水裡的哪裡是女僕，竟然是光着上身的尤里爾。两人就這樣死死盯着對方，空氣在這一刻徹底凝固。誰也沒想到會在這裡裝個正着，場面簡直尷尬到了極點。尤里爾半天沒說出話來，直到艾琳終於反應過來，浴室裡瞬間傳出一聲尖叫，水花濺得滿地都是。這誤會可真是鬧大了。艾琳嚇得趕緊鑽進水底，腦子裡現在亂成了一團麻。尤里爾怎麼會出現在這？千萬別被他看到什麼不該看的。尤里爾其實也正納悶呢，他聽說艾琳平時都在樓上洗澡，這才放心的跑了過來，沒想到竟然被假消息給坑了。水底下的氧氣越來越少，艾琳實在憋不住了，猛地一下鑽出水面，大口喘氣，正好撞上尤里爾還沒離開。他又羞又惱地大喊：“你怎麼還在這？趕緊給我出去！”尤里爾這才反應過來，一邊道歉一邊準備離開。就在這節骨眼上，諾拉端着水果推門進來了，看着黑漆漆的屋子，他還納悶蠟燭怎麼全滅了。艾琳這下徹底慌了神，要是被諾拉撞見這一幕，那可就全完了。他顧不上那麼多，反手拽住尤里爾就往水裡按。尤里爾在水裡整個人都愣住了，這女人為了不被發現，竟然能做出這麼大膽的事。看着近在咫尺的艾琳，他完全搞不懂對方腦子裡到底在想什麼。這女人總是不按常理出牌，完全打亂了他的節奏。艾琳還在岸上拼命找借口，非說自己就喜歡在黑漆漆的地方待着，千萬別點燈。諾拉雖然覺得奇怪，但也只能乖乖照辦。眼看諾拉要把酒水送過來，艾琳嚇得趕緊大喊，讓對方直接放下，趕緊走。看着近在咫尺的艾琳，尤里爾的眼神突然變了，這或許是個難得的機會，既然已經到了這一步，他可不打算就這麼輕易放過。水面下突然傳來的觸感，讓艾琳整個人都定住了。偏偏這時候諾拉還沒走，艾琳只能強裝鎮定，拼命掩飾水下的動靜。要是現在被發現，那可就徹底解釋不清楚了。尤里爾在女僕面前也毫不收斂，這膽子大得讓人心驚。尤里爾終於慢慢浮出水面，他直接逼近艾琳，語氣裡滿是試探。他說艾琳最近的行為很反常，而他這個小小的護衛能做的事情其實非常有限。尤里爾步步緊逼，他低聲問艾琳：“這就是你想要的嗎？”看着這張近在咫尺的臉，艾琳的思緒卻飄回了前世。那時候的她，無論在畫布上嘗試多少次，都無法勾勒出尤里爾的模樣。直到死的那一刻，她都沒能真正看清這個男人，更別提像現在這樣被他緊緊鎖在懷裡，曾經連夢裡都不敢奢求的畫面，現在竟然真的發生了。尤里爾
像是看穿了某種真相，他露出一絲意味深長的笑。原來一切都是这樣，他沒打算繼續糾纏，順手抓起衣服準備離開。為了引開門外的注意，尤里爾指尖輕輕一彈，諾拉被這突如其來的動靜嚇了一跳，手裡的托盤瞬間摔得粉碎。趁着這一片混亂，尤里爾迅速消失在陰影裡。諾拉揉着眼睛拼命張望，可光線實在太暗了，她根本沒意識到剛才到底發生了什麼。艾琳一頭栽倒在大床上，現在滿腦子都是剛才那個男人，真是個徹頭徹尾的混蛋，竟然這樣玩弄別人的感情。艾琳氣得在床上直打滾，可一閉上眼，尤里爾那張帥氣的臉就冒了出來。明明長得那麼好看，背地裡卻是個到處騙人的家伙。艾琳狠狠咬住被角，心裡簡直亂成了一團麻，這下真的要被他氣瘋了。在原本的故事設定裡，尤里爾可是那種众星捧月的主角，既然是主角，身邊自然少不了各種厲害的女人，不管是名门望族的千金，還是地位崇高的聖女，甚至是那位尊貴的帝國公主，全都跟他有着不一般的關係。當然，這其中也少不了露西亞。這些女人每一個都背景驚人，卻全都注定要圍着尤里爾轉。想到這些，艾琳心裡更亂了，這情況比她預想的還要麻煩。可問題是，尤里爾對那些女人到底有沒有真心？恐怕根本沒人知道答案。艾琳躺在床上翻來覆去，腦子裡全是剛才在浴室裡的畫面，也許那只是她的一時興起吧。艾琳強迫自己冷靜下來，現在可不是胡思亂想的時候，畢竟她還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只要能保住這條小命，讓家族避開毀滅的結局，這就已經足夠了。至於那個男人的真心，她現在一點也不想要。夜深人靜的時候，一個黑影悄悄翻上了陽台，他動作非常熟練，輕而易舉就推開了那扇緊閉的窗戶，竟然是尤里爾。他披着厚重的黑色斗篷，就這麼靜靜地站在床前，看着這個剛剛還在心裡罵他的女人。艾琳現在睡得很熟，完全沒發現房間裡多了一個人。尤里爾盯着他的睡顏，始終一言不發。在他的記憶裡，艾琳從來不會用那種眼神看他，以前的他眼裡只有冰冷和厭惡，根本不像現在這樣。他想起在浴室裡的那一幕，艾琳看着他的樣子，那種眼神騙不了人，就像是發自內心的想要靠近他。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就在尤里爾想得出神時，熟睡的艾琳突然一個大翻身。尤里爾心裡冒出一個極其大膽的念頭，既然身體還是原來那一個，可性格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那真相恐怕只有一個。現在住在這具身體裡的靈魂到底是誰？清晨的府邸格外安靜，尤里爾正在院子裡獨自練劍，艾琳趴在陽台上看得目不轉睛，這哪是在看練劍啊，分明是在欣賞頂級身材。大清早就能看到心愛的角色，這才是轉生意世界的最高福利。正看得起勁，底下的男人卻突然停住了。難道偷看被發現了？傷口明明還沒癒合，尤里爾卻一天都不肯休息。他這麼拼命折磨自己，全是為了心裡那個放不下的仇恨。可復仇這條路，注定只有無止境的痛苦和鮮血。尤其是現在，革命軍的旗幟才剛剛升起，他已經沒有任何退路了。尤里爾接手了家族的地下生意，現在手裡賺了不少錢，可他一分錢都沒留給自己，全都換成了糧食和武器，一股腦砸進了這支革命軍裡。手下的士兵們在盡情喝酒慶祝，他卻只在旁邊啃着乾巴巴的麵包。要知道他以前可是個頂級闊少爺，現在竟然為了復仇把自己逼成這樣，艾琳心裡真不是滋味。難道自己真的只能在旁邊看着嗎？眼前的山珍海味突然就不香了，他實在沒法心安理得地享受這一切。他叫來女僕諾拉，吩咐把這些好吃的全都給尤里爾送去。諾拉聽完直接定在了原地，大小姐竟然要給那個男人送飯。艾琳特意叮囑諾拉一定要把那句話帶給尤里爾。此時的尤里爾正躲在暗處觀察，這裡確實比外面安全得多，連巡邏的守衛都很少見。可他總覺得哪裡不太對勁，艾琳這種身份的人怎麼會平白無故冒風險收留他？難道這背後還藏着別的目的？就在他疑神疑鬼的時候，門外突然傳來了敲門聲。女僕諾拉推着餐車走了進來，說是艾琳大小姐有東西要送給尤里爾。不過她特意強調讓尤里爾別想多了，因為大小姐的原話是：我吃飽了，這些剩菜就交給你處理吧。說完，諾拉就頭也不回地離開了，只留下尤里爾一個人對着餐盤發呆。可當他掀開蓋子的時候，整個人都沉默了。這哪是什麼吃剩下的殘羹冷炙，這分明就是一份還沒動過筷子的頂級大餐啊！尤里爾看着這一桌豐盛的飯菜，忍不住笑出了聲。艾琳這個女人撒謊的技術實在是太爛了，明明是特意為她準備的，非要說是自己吃剩的垃圾。這份笨拙的溫柔讓她心裡泛起了一絲漣漪。皇宮門口已經停好了華麗的馬車，露西亞正興奮地詢問埃爾溫給那位小姐準備的禮物帶齊了沒。得到肯定的答覆後，他又轉頭催促旁邊的傑森。傑森站在馬車前，一副心事重重的樣子。露西亞連着叫了好幾聲，他才勉強應了一句。其實他心裡一直放不下艾琳，甚至動了想讓埃爾溫代替自己去護送露西亞，好留下來陪在艾琳身邊的念頭。露西亞一眼就看穿了他的心思，趕緊拋出一個讓他無法拒絕的理由。聽說三皇子也會參加這次聚會，這可是談生意的大好機會。傑森果然被這個消息吸引了注意力。那位皇子已經巡視領地回來了嗎？露西亞一邊肯定地回答，一邊拉着他就往馬車上拽。再不走，可就真的要遲到了。傑森最後還是妥協了，他低聲應了一句，隨後邁步登上了馬車。雖然他心裡還有些顧慮，但為了家族的生意，這一趟他必須得去。只是誰也沒想到，這次聚會竟然會徹底改變所有人的命運。華麗的宴會廳裡，到處都是談笑風生的貴族，
人群中突然傳出一陣騷動，原來是傑森和埃爾溫到了，而站在他們中間的那位，正是最近話題度極高的露西亞。大家都以為她是公爵的親生女兒，其實她只是公爵夫人的侄女，但這身份也足夠讓她在社交界站穩腳跟了。名媛們壓低聲音議論紛紛，言語間全是對比和貶低。在他們眼裡，那個沒教養的艾琳根本沒法比，甚至連今天的入場券都拿不到。露西亞聽着這些吹捧，心裡別提有多得意了。可還沒等她高興太久，一個名字突然響徹全場。今天是侯爵家二小姐特里西亞的生日，作為主角的她本該是全场焦點，可當露西亞出現的那一刻，宴會廳的風向瞬間就變了。名媛們全都圍在露西亞身邊，爭先恐後的打聽那位厲害的裁縫，甚至連壽星本人都快成了她的陪襯。看着這些討好自己的面孔，露西亞心裡別提多得意了。這種被所有人捧在手心的感覺，才是她真正想要的生活。她甚至覺得，只有站在這個圈子的最中心，才算沒白活這一回。可她真的能一直這麼風光下去嗎？當露西亞在宴會上众星捧月時，艾琳卻被獨自留在了家裡，甚至因為實在沒別的事做，竟然開始處理其領地的賬目了。這可把女僕諾拉給急壞了。在她眼裡，自家小姐這哪是在工作啊，分明是寂寞到了極點。為了帶小姐出去散散心，諾拉又是安利熱鬧的集市，又是描述精彩的馬戲，甚至恨不得馬上就把艾琳拉出門。看着諾拉這副拼命推銷的樣子，艾琳也是一臉無奈。不過一直深居簡出的她，這次真的會點頭答應嗎？艾琳終於點頭答應出門，這可把諾拉給樂壞了，恨不得當場蹦起來慶祝。兩人很快就來到了熱鬧的集市。不過今天負責護送的不是尤里爾，而是這位看起來一臉嚴肅，甚至有點不好惹的騎士盧卡。諾拉本來還擔心盧卡太死板，會讓這趟行程變得很無趣，可他顯然低估了自家小姐。一進集市，平時端莊穩重的艾琳就像徹底釋放了天性，拉着諾拉在攤位間興奮地穿梭。看着艾琳臉上久違的笑容，諾拉總算鬆了一口氣，看來這次出門散心真是選對時間了。艾琳正逛得興起，卻完全沒意識到自己早就被暗處的毒蛇盯上了。攤位上精致的水晶瓶吸引了她的注意，她正滿心歡喜地挑選禮物，卻給了小偷可乘之機。一個黑影閃過，趁着人群擁擠，瞬間順走了艾琳腰間的錢袋。等艾琳反應過來大喊抓小偷時，對方早就鑽進了人群。盧卡這脾氣真是火爆，一看到可疑的人，二話不說就把手裡的東西全甩給了諾拉，自己像离弦的箭一樣衝了出去。可憐那個路人還沒反應過來怎麼回事，就被這位凶神惡煞的騎士嚇得拔腿就跑。諾拉還在後邊憤憤不平，覺得在帝都偷東西簡直是膽大包天。但艾琳卻察覺到了不對勁，那個被追的人滿臉寫着無辜，根本不像是個慣犯，反倒是人群中另一個壓低帽檐的男人，眼神裡透着一股陰冷。艾琳猛地意識到盧卡追錯人了，趕緊大聲呼喊讓他回來。事情這下真的鬧大了，那個錢袋裡不光有錢，竟然還放着公爵家的印章。要是這東西落入壞人手裡，整個公爵府都要變天了。艾琳根本顧不上等盧卡回來，簡單叮囑了諾拉幾句，就提着裙擺直接追了上去，留下諾拉一個人在原地急得團團轉。集市上到處都是人，那個小偷滑得像條泥鰍。艾琳一邊追一邊大喊攔住他，可周圍的人根本反應不過來。就在這時，一輛華麗的馬車緩緩經過，外面的嘈雜聲引起了車內人的注意，簾子被輕輕掀起了一角。馬車裡的人一眼就認出了艾琳，但他並沒有打算露面，只是在暗處冷冷地注視着這一切。艾琳一路追進狹窄的巷子，可剛才那個黑影竟然一轉眼就消失得無影無蹤。他正疑惑對方躲到了哪裡，卻沒發現危險已經悄然降臨。那個小偷根本就沒跑遠，反而繞到背後堵住了他的退路，語氣裡全是陰狠和嘲諷。看來這家伙是故意把他引到這兒的。面對這種亡命之徒，手無寸鐵的艾琳這下真的危險了。這個小偷根本沒打算逃跑，他掏出明晃晃的匕首，眼神裡全是瘋狂的殺气。現在後悔已經太晚了。艾琳被一步步逼進死胡同，盧卡不在身邊，他現在孤立無援，只能眼睜睜看着刀鋒落下。就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候，他下意識喊出了那個名字：尤里爾。一道黑影閃過，這一劍快得讓人看不清，鮮血直接濺了一地。艾琳整個人都定住了，凄厲的慘叫瞬間撕碎了寧靜。艾琳猛地抬頭，眼前這個男人竟然是伯格。在這種要命的關頭，他遞過來剛才掉落的錢袋，這種極度的違和感簡直比剛才的殺戮還要恐怖。看到艾琳這副意外的樣子，伯格反而笑得更玩味了。他故意湊近調侃，是不是因為想見到的不是他，所以覺得有點失望。艾琳趕緊道謝，畢竟剛才確實是他救了命，可心裡那個疙瘩還是解不開。這個本該在遠方的人，怎麼會突然出現在這？伯格有些不好意思地撓了撓頭，接下來的解釋恐怕會讓整件事變得更加撲朔迷離。還沒等伯格把話說清楚，一個最不該出現的人就這麼毫無徵兆地擋在了面前。公爵的語氣不容置疑，只有冷冰冰的一句：“跟我走。”艾琳根本沒有拒絕的餘地，就這樣被帶上了馬車。車廂外的喧鬧被隔絕在外，狹小的空間裡，氣氛壓抑到了極點。兩人相對而坐，誰也沒有先開口打破沉默。公爵那副拒人於千里之外的樣子，讓艾琳心裡完全沒底。他這麼急着把人帶走，到底是為了什麼？公爵這語氣聽着像是在訓人，他冷冰冰的警告伊琳，以後絕對不許一個人亂跑。畢竟現在的帝都早就不是以前那個太平地方了。艾琳只能唯唯諾諾的答應。沒想到公爵突然話鋒一轉，竟然主動提起了上次的點心，還問是不是他親手做的。這種沒話找話的關心，讓原本緊繃的氣氛稍微緩和了一點。
好在馬車終於到了地方，艾琳總算鬆了一口氣。艾什本公爵簡直就是個活閻王，在他面前連大氣都不敢喘，就像是被猛獸盯上的獵物一樣。偏偏書裡還沒寫清楚兩人的關係，現在最好的辦法就是少說話，絕對不能露出馬腳。既然惹不起，那就只能躲得遠一點了。卡利斯托男爵可不是一般人，他在短短2年內迅速崛起，靠着給皇帝獻上5座稀有礦山，硬生生給自己換了個皇親国戚的身份。这種暴發戶式的手段確實不容小覷，但在露西亞眼裡，這不過是他向上爬的又一塊墊腳石。只要能把這個男人拉攏過來，以後的回報絕對超乎想象。之前在那個傻姑娘特里西亞身上下的功夫，總算沒有白費。露西亞迅速收起心裡的算計，換上一副完美無缺的笑容，以艾什本家族代表的身份，正式向這位新晉權貴打了個招呼。今天是卡利斯托男爵女兒的生日，宴會辦得挺熱鬧。男爵一邊應酬着露西亞他們，一邊還特意賣了個關子，說待會兒有個重量級嘉賓要來，到底是誰能讓他這麼重視？就在大家伙納悶的時候，正主終於在門口露面了。男爵趕緊一路小跑迎上去，看來這位大人物總算趕到了。艾琳跟着父親走進宴會廳，一下子就成了全場的焦點。面对男爵好奇的打量，公爵直接公開了他的身份，這就是他最疼愛的女兒艾琳。艾琳這次露面簡直就是大型打臉現場，以前那些瞧不起他的人，現在全都被這美貌給鎮住了，連男爵都親自過來套近乎。旁邊的貴婦們湊在一起嘀咕，說以前還以為他被家裡放棄了，沒想到現在出落得這麼漂亮，果然親生的就是不一樣。這風向轉得可真夠快的。這些話傳到露西亞耳朵裡，簡直比扇他巴掌還難受。看着艾琳成了全場的焦點，他心裡那股火是怎麼也壓不住，原本屬於他的風頭全沒了。就在這時候，費恩也趕了過來。男爵的兒子安德魯對着費恩那叫一個熱情，又是誇他是帝國貴族，又是說他是最重要的生意夥伴。本想在宴會上打發時間，結果一臨發現自己成了瘟神，方圓幾米內根本沒人敢靠近，大家都在刻意躲着他。這也難怪，畢竟以前的他可是個狠角色，掀桌子扯頭髮，甚至把人推下水，這些惡女行徑簡直是家常便飯。既然名聲已經臭成這樣，他反而覺得輕鬆了不少，不用費勁去應付那些虛偽的社交，更不用擔心被人看穿靈魂換了人。最重要的是，他實在不想看露西亞在那顯擺，像只開屏的孔雀一樣到處亂晃，這種清靜日子倒也挺自在。本想躲在陽台上圖個清靜，艾琳卻意外看到了費恩，他正站在樓下的花園裡，跟人交談着什麼。就是那一瞬間的對視，那種強烈的熟悉感撲面而來，那雙冷冰冰的眼睛絕對在哪裡見過。還沒等他從記憶裡搜尋出答案，傑森竟然已經出現在了身後。他語氣平淡地問：“怎麼一個人躲在這？”原來他一直都在找艾琳，這種突如其來的關注反而讓艾琳有些措手不及。他到底想幹什麼？傑森表現得像個沒事人一樣，不僅主動邀請艾琳去散步，還問他要不要去找露西亞聊天。這記性是認真的嗎？明明幾天前才剛鬧翻，現在居然裝得這麼客氣。艾琳看着眼前這個男人，剛才那種冷冰冰的壓迫感確實一下子消失得無影無蹤。傑森提到待會還有狩獵活動，艾琳心裡卻在打鼓。既然他身邊已經有了露西亞，幹嘛還要特意跑來找自己？難道是想讓他配合演戲，在人前裝出一副姐妹和睦的樣子？如果是為了家族的面子，那他倒是不介意陪他演完這一場。正聊着呢，身後突然冒出個金髮男人，他笑眯眯地打了個招呼，說自己可不是故意要偷聽。這出場方式確實讓人沒反應過來。這位就是三皇子伯納德。他看着艾琳和傑森，還打趣說兩人的關係真好。艾琳心裡忍不住吐槽，到底哪隻眼睛看出來關係好了？傑森趕緊在一旁介紹身份，艾琳這才對上號。眼前這位皇子的身世相當特殊，雖然流着皇室的血，生母卻只是個普通的平民。為了在吃人的皇宮裡活下去，他從小就懂得收斂鋒芒，一直過着謹小慎微的生活。這樣一個習慣躲在暗處的人，為什麼會突然主動現身？艾琳心裡很清楚，在那個像狼群一樣的皇室裡，如果真的只是個平庸之輩，根本不可能安穩地活到現在。看着伯納德那副無害的笑臉，艾琳反而覺得脊背發涼。他絕對不是什麼溫順的小羊，而是一個極其擅長偽裝的高手。就在他暗自揣摩的時候，誰也沒注意到窗簾後還藏着一雙眼睛。露西亞正死死盯着這邊，看來這場戲是越來越熱鬧了。狩獵場上的氣氛一下子拉滿了。伯納德騎着馬帶隊出發，那副志在必得的樣子確實很有皇室成員的派頭。特里西亞早就在一旁等着了，一見到伯納德就迫不及待地迎了上去。看來兩人的關係確實非同一般。伯納德還當眾許了個願，說要是今天能拿第一，就把冠軍桂冠親手戴在他頭上。這種明目張膽的偏愛，不知道又要讓多少人眼紅了。特里西亞自然是樂開了花，滿心期待着這份榮譽。但在這種明爭暗鬥的地方，想要穩拿第一可沒那麼容易。伯納德帶着隊伍剛出發，特里西亞就成了名媛們的中心，大家都在誇他命好，找了個既帥氣又痴情的未婚夫。這種眾星捧月的感覺讓他非常受用。特里西亞也順着話頭炫耀，說伯納德對自己確實沒話說。就在這片歡聲笑語裡，艾琳正躲在涼亭裡躲清靜，她對這種社交辭令一點興趣都沒有。比起虛偽的客套，她更在意手裡的點心。畢竟大冷天出來搞狩獵，除了吃點東西也沒別的事幹了。可偏偏有人不想讓她安生。露西亞帶着一臉壞笑湊了過去，故意在特里西亞耳邊吹風，說剛才看見伯納德和艾琳聊得火熱，兩人看起來可開心了，這明擺着是要挑起兩個女人的戰爭。特里西亞作為伯納德的未婚妻，最受不了的
就是這種捕風捉影的傳聞。果然，他當場就定住了。原本那股炫耀的鏡頭消失得干干淨淨，取而代之的是滿腔的猜疑。這正是露西亞最想看到的局面。見對方已經徹底上鈎，露西亞趕緊湊過去，繼續煽風點火。看來他是鐵了心要借特里西亞的手，去給遠處的艾琳找點麻煩了。